没有人能拒绝远程魔法狂轰滥炸的魅力，可我抵抗住了诱惑，选择冷门的近战魔法。同学们都以为我脑袋被门挤了，堂堂学院天才竟然做出这个自断后路的选择。可只有我知道，10年后魔神撒旦将会降临大陆，远程魔法对那个男人起不了一点作用。我本是这个大陆最强的魔法师，魔神撒旦降临时我带领最强的魔法小队迎战。可即便我们使出了5位一体的远程魔法合体技，却始终无法突破魔神撒旦身前那层防护罩，而他仅仅只是挥了挥手，竟就让整片大陆尸横遍野。看着同伴都被魔神撒旦踩在脚下，我顾不得思考，抡起拳头试图锤飞那个混蛋。不曾想却意外发现近战魔法能造成实质伤害。但我的远程魔法虽然称得上大陆最强，可近战魔法这条路我只是学了点皮毛，没有任何意外，我败给了魔神撒旦。就在我濒死之际，胸前蓝色项链绽放出耀眼光芒，这是学生时代校长送给我的时空项链，听说在生死存亡之际能逆转时空回到过去。念及此，我暗自立下誓言，如果能活下来，我定将选择近战魔法这条路。待我再次恢复意识，睁开双眼，后背竟是被人狠狠敲了一下，回头望去竟是一张熟悉的脸庞。可我记得雷欧早就不在了才对。看着眼前魔法学院的大门，我竟是真的重生回到了10年前的学生时代。那这一次我定会选择近战魔法这条路，不会再让魔神撒旦毁灭大陆的悲剧重演。就在我憧憬未来之际，雷欧猛然打断了我，并示意我接下来轮到我选择魔法之路。随后我3步并作2步快速走上讲台，隐约间听到了台下的妹子们对我的议论声，她们似乎对我这个学院天才的选择很是在意。伴随着老师摊开双手打开了魔法书，一股雄浑的魔力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下一刻，无数条魔法之路出现任我挑选，老师示意我3、4、2后行，只因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只能选择一条路走到底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选择远程魔法这条路，就连上一世的我也是选择了这条路，成为了最强。远程魔法的优势非常明显，攻击距离极长，甚至能风阵无伤磨死对手。可遗憾的是，远程魔法对魔神撒旦起不了任何作用，所以这一世的我毅然决然放弃了远程魔法这条路，随后转身朝着近战魔法的方向走了过去。闻此，老师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他不愿意看到一个天才自断后路，就连雷欧也对我的行为很是不解。明明商量好了一起选择远程魔法成为同桌的，老师猛然出声提醒我，近战魔法侧重于身体能力，这条只能靠近敌人攻击的魔法之路没人走通过，所以你真的要选择近战魔法断送自己的前途吗？我当然也知道这条魔法路在现在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但近战魔法却是唯一能对魔神撒旦造成伤害的手段，而我也是为了学习近战魔法才回到了10年前的今天。魔神撒旦，这一世我定将用近战魔法粉碎你的计划。伴随着近战魔法的印记完全融入手背，同学们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学院天才的未来算是彻底废了。这时身后传来书本合上的响声，老师气得颤抖不已。他本想在我选择远程魔法后将我收为徒弟，而他的真正身份是魔法学院远程魔法系的首席主任，他有绝对的自信把我调教成大陆最强的远程魔法师，这份荣耀也足够他啃一辈子老本。闻此我并没有理会，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学习近战魔法要紧。距离魔神撒旦降临只剩下短短的10年而已，可我在学院里转了一圈，还是没找到近战魔法的教室。这时我听到了同学们议论我的声音，好像在说选择了近战魔法就废掉了之类的。闻此我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前往另一栋教学楼寻找。突然一声妹子的惊呼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其愤怒的红发妹子。原来高年级的男同学仗势凌人抢了妹子的胸针，这可是能储存法力的高级道具。然而带头的黄毛完全没有怜香惜玉的绅士风度，手背远程魔法的印记闪烁着凝聚出火球来，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脱手而出袭向刚刚的妹子。只见妹子将魔法的力量灌注于脚上，躲开了攻击，而这便是近战魔法的基础。物理提升，通过将魔法作用于身体某个部位极大化，加强身体能力。随后妹子将魔法转移至手上，幻化出一把法力匕首。黄毛自信满满，左右开弓，凝聚出火球。远程魔法对近战魔法有着绝对的优势。片刻之后，妹子节节败退，很是狼狈。她还没碰到黄毛的衣角就败了。黄毛趁胜追击，再次甩出3发火球。关键时刻，我冲入战局，一把抱起妹子，躲开火球。这妹子毫无疑问是近战魔法部的人，救下她就当做带我去近战魔法部教室的补偿。黄毛一伙人很快认出了我的身份，毕竟我作为学院天才，早已成为各大魔法部哄抢的存在。可在看到我手背上近战魔法的印记后，黄毛目露凶光，露出狰狞的冷笑，单手一招，再次凝聚出一个火球。在他眼里，远程魔法完爆近战魔法。念及此，我有必要教会他，强弱并不取决于魔法的路数，而是使用魔法的人。黄毛左右开弓，火球席卷而出，开启狂轰滥炸模式。我学着妹子的模样，将魔法的力量灌注于双脚之上。黄毛的火球只能跟在我身后吃灰，就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闻此，黄毛很是震惊，这动作不该是人类能做出来的。看着我的身影越来越近，可黄毛硬是碰不到我一点。急眼的黄毛将2个火球揉成一个更大威力的火球。念及此，我将魔法力量汇聚于手上，具现出法力长剑，一剑斩出更大威力的火球，直接被一刀两断。黄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火球会有被切开的一天，就连妹子也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闻言的我告诉了妹子这波操作的真相，魔法与魔法之间的碰撞考验的是使用者对法力的控制，我的微操更加细节，所以我赢了。然而黄毛并不认可这种理论，他决定凝聚出超大号的火球证明自己，但我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，抡着巨拳对着他就是一个冲锋。此时近战魔法的力量已经作用在我的右拳之上，片刻之后黄毛轰然倒地，
失去了意识，他肚子之上还残留着一个沙包大的拳印。近战魔法的使用跟预想的一样，只要在射程之内，我就能酣畅淋漓的战斗。黄毛的同伙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近战魔法什么时候能够逆袭战胜远程魔法了？看着我逐渐靠近的身影，以及缓缓摊开的右手，他自觉地将妹子的胸针交了出来，并声称他也是听从黄毛的命令而已。对此我并没有理会，示意他带着昏迷的黄毛有多远滚多远。随后我将这胸针还给了妹子，看她刚刚拼命的样子，这东西对她一定很重要。接过胸针后，妹子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兜里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妹子蕾拉竟然认识我，不过她很是意外我会选择近战魔法。在得知我在找近战魔法部的教室后，蕾拉猛然想起刚刚已经打过上课铃了，于是她在前面领着我前往近战魔法。看来近战魔法不受人欢迎是有原因的，就连教室都位于校园的边缘。一路上蕾拉缠着我教她法力常见的使用方法，竟然能够切开火球，真的是太帅了。通过黄毛这一出，更加验证了近战魔法的可行性，后面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延伸出更多的打法。上一世的我跟校长喝咖啡时知道了一个秘密，校长竟然走了2条不同的魔法之路，瞬间打破了我对魔法之路的认知。原以为一个人终其一生只能走一条路，可校长左手的魔法印记我从没有看过。当时校长跟我卖了个关子，并表示等时机成熟了就会告诉我。可后来魔神撒旦降临之时，校长就被暗杀了。到最后我也不知道那个神秘魔法印记的秘密。片刻之后，蕾拉带着我抵达近战魔法部的教学大楼。此刻门口正坐着一个人影，但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我正为如何让这一世的我得到校长青睐而发愁。待我们走近后，一个光头老师的身影猛然占据我们的视野。光头老师似乎对我迟到一事很是在意，他示意我甚至可以不用来这里上课，无论我以前的成就有多么辉煌，只要进了近战魔法部那就是垃圾无疑了。闻言的我一把掰开了他的手。难道你对自己教授的近战魔法没有一丁点的自豪感吗？可这句话恰恰戳中了他的痛处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扬言要给我点教训。身为学生就要有学生该有的样子。闻此我不卑不亢，据理力争。近战魔法还有很多可能性等待着我去挖掘。光头老师也懒得跟我废话，直接带我来到近战魔法部学员训练的地方。眼镜男将近战魔法的力量灌注于双手之上，暴喝一声，狂暴的魔法攻击倾斜在巨石之上，瞬间弹开，竟是连一道小小的裂缝都造不出来。而这便是决定在班级里排名的一种方式。眼前的黑钢石头里镶嵌着一块水晶，刚刚眼镜男制造裂缝就是为了提取水晶。此刻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这里的学员们想尽一切办法都没能打破石头取出水晶。片刻之后，光头老师为我找到一块空着的石头，并给我10分钟时间证明我口中近战魔法的可能性。闻此，蕾拉看出了光头老师的故意刁难。先不论10分钟不可能完成，光是这块石头就比其他学员的石头大上了1拳。对此，光头老师并没有理会。只见他掏出秒表提醒我时间只剩下9分钟。我拍了拍蕾拉的肩膀，示意她不用担心。随后我伸出手感受着石头内部的魔力流动。可光头老师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着垃圾话，扬言我要是服软道歉的话就给我增加点时间。片刻之后，我拒绝了他的建议，并表示只需要10秒钟我就能击碎石头。闻言的光头老师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你知道10秒钟意味着什么吗？蕾拉同样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要知道这块石头的密度比起其他学员的都要大，就算是光头老师亲自出马也不敢扬言10秒钟结束测试，最快也需要半小时才能击碎。闻此，光头老师扬言不会给我第2次机会，他眼睛都不带眨的就看我10秒钟怎么打碎石头。念及此，我就让他见识下什么叫人外有人。手背上的近战魔法印记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凝聚出法力常见。我不能在这里停下脚步，必须成为这里的第一，才有可能得到校长的关注。一剑挥出，想象中巨石4分5裂的场景并没有出现。闻此，光头老师止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放声大笑起来，心中早已谋划好了惩罚我的各种方式。然而下一刻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因我眼前的巨石轰然碎裂。看这数量，说有上千块也不为过。片刻之后，我手捧着水晶拿到他的跟前，10秒钟，1秒不多，1秒不少，刚刚好10秒钟。念及此，光头老师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只因这不是一个学生该有的实力。蕾拉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看着我，没想到我真的完成了10秒钟击碎石头的壮举。同学们纷纷停下手中的训练，看向我这边。在他们眼里，我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光头老师。可光头老师坚信这块石头10分钟都不可能打碎，所以认定我一定是使用了作弊的手段。闻此，我否定了他的看法。就这么一块石头，还需要花费10分钟？我看你还是回炉重造，重新当学生学习吧。闻听此言的光头老师瞬间抱起准备出手，却被身后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。男子那壮硕的手掌一把按住光头老师的光头，你这家伙又开始犯浑欺负学生了是吧？男子是近战魔法部的首席教师罗伯特，他一眼看穿了我能感知到巨石的魔力流动，然后瞄准巨石最薄弱的地方出剑打击，才完成了10秒击碎巨石的壮举。所以你这家伙身为老师，难道连这都看不透吗？话罢，罗伯特示意其他学员停下手中的训练工作。接下来，光头老师要给大家演示下魔法防御。随后，罗伯特将魔法的力量凝聚于右拳之上，一拳轰出，将光头老师击退数米远。只有光头老师本人才能体会到这一拳的分量之重。紧接着，罗伯特缓步朝我走来，他对我加入近战魔法部表示欢迎。小伙子，我看好你，刚刚那一剑很不错，有我当年的影子。闻此，我肯定了罗伯特老师的看法，我定会利用近战的优势成为全年级的第1名。念及此，罗伯特教授被我的激情深深感染，并示意我想学习近战魔法随时可以去找他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此刻罗伯特心中多了一个想法，他准备将理论上的训练模式应用在我的身上。片刻之后，罗伯特再次集结了训练场上的所有学员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我即将公布的事。没错，
我们需要挑选出参加交换赛的代表，这是8个魔法部门为荣誉和声望而倾尽所有的重大活动。每个部门出一个代表，轮番战斗，决出最后的胜者。上一世的我作为远程魔法部的代表拿下冠军，从而得到了校长的认可。所以这一次近战魔法部的代表一直我势在必得。这时地上的巨石碎片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下一刻罗伯特老师的话拉回了我的视线。原来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击碎巨石取得了水晶，而不同于我用法力常见击碎石头，那个人用的是他自己的拳头轰碎的巨石。看来刚刚脚下的巨石碎片就是出于那个人之手。放眼望去，角落处的身影吸引了我注目，没想到巨石碎片竟是从那么远的地方飞来的。男人名叫色提，刀削般的脸庞配上魁梧的身材，很是壮硕，跟我们站在一块足足高出了好几个头，这令人窒息的高度差压迫感。色提对我加入近战魔法部很是意外，明明我身为学院天才有着更好的选择，比如远程魔法。闻言的我给予了他想要的答案。近战魔法对我来说更具备挑战性，而我恰恰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。色提认为近战魔法最看重的可是身体能力，为了学习近战魔法，他努力了17年才训练出这个身体，所以你这具瘦弱的身体没有任何角度赢过我。不想输得太难看，就趁现在认输，让出代表的名额。不愧是近战魔法部的种子选手色提，上一世的他就代表近战魔法部参加交流赛，然而这一世的我加入了近战魔法部，那么就算是强如色提也得乖乖给我让位。就在这时，罗伯特老师走了过来，示意我们友好相处，要打就等1周后的代表选拔赛上见真章。念及此，色提率先离场，临走之际留下了不死不休的豪言壮语。不过他确实有狂的资本，就连其他同学都认为色提的赢面比我大，唯一支持我的只有蕾拉一人。这妮子对我有种迷之自信，但我当即否定了他的看法。现阶段的我没有任何角度赢过色提。闻此，蕾拉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但事实就是事实，色提那家伙的身体素质我靠正常训练永远也比不上。好在我有个秘密计划，有希望后来居上。闻言的蕾拉当即来了兴趣，跟上了我。片刻之后，我领着蕾拉来到一棵耸立入云的大树前，而这里就是只有我一人知道的秘密特训地点。只要在这里训练，1天能顶3天用。只因这是一棵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圣树，感受着身上萦绕着绿色的治愈光芒，我很庆幸这一世的我又得到了他的认可。只要身上挂上圣树的祝福，我就可以恢复我流失的法力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只要我待在这里，就完全不用去担心法力的消耗，我也能因此挑战我训练的极限。尽管如此，蕾拉还是很为我担心，毕竟色提可是一个天生的近战法师。可以想到我之前帮他找回胸针的壮举，他决定深入敌营，为我带来色提的第一手情报。片刻之后，蕾拉来到近战魔法部的健身房，色提的卧推快的连影子都看不清，很显然这里的杠铃已经满足不了他。念及此，他询问罗伯特老师训练场上的巨石还有吗？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挥了挥手离开了健身房。片刻之后，训练场回响着色提的呐喊声，这货竟是背了5颗黑钢巨石在做俯卧撑锻炼。闻此，蕾拉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色提这体格，谁要是受了他一拳还不得倒地不起。念及此，他转身拼了命朝圣树方向跑去，必须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才行。此时的我正在圣树地下翻阅着近战魔法书。闻此，蕾拉示意我现在不是放松看书的时候。他亲眼看到色提背着5颗黑钢巨石在做俯卧撑，我自信满满将魔法力量作用于眼睛之上，手中的魔法书翻阅的速度迅速加快。片刻之后，这本魔法书上的内容全被我记在脑子里。物理提升说白了就是用法力加强和控制神经系统，就跟我们想要提升腿和手一样，会下意识将法力灌注于手脚之上。伴随着我将法力灌注于头部眼睛之上，我的记忆力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，而掌握了魔法书中理论知识的我，实践起来也更加事半功倍。这时眼前出现一片随风飘散的落叶，念及此，我将法力灌注于腿部之上，一脚踢出落叶，瞬间粉碎。随后我将法力灌注于手部，凝聚出法力长剑，一剑挥出，落叶一分为2。闻此，蕾拉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她从没有见过像我这样学习能力那么强的人，但我深知仅仅只是这种程度还不够，毕竟色提可是天生的近战法师，从小就开始锻炼。突然一个趔趄，重心不稳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手臂之上的伤口可怕到极点，这便是我将肌肉的能力压榨到极限的后果。伴随着我将法力专注于提高治疗能力，我的手臂当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初。闻此，蕾拉很是心疼，并示意我没必要将自己逼迫得那么紧，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。闻言的我当即否定了他的看法，只有用这种超越极限的方法，才有可能拉近与色提的差距。在得知我接下来的1周还准备重复1000次破坏与重建时，蕾拉不敢想象我会怎么挺过这段痛苦的时光。念及此，我示意他不用担心我，只因我从小就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习惯。那时候的我还不会使用任何魔法，但我每天都在重复着枯燥的法力练习，即使失败了，我也没有因此放弃。终于在我日复一日的努力练习下，我成功用法力隔空操控石头移动，所以只要能变强，1000次的破坏与重建的苦根本不算什么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蕾拉也得到了圣树的祝福，她跟我一起极限训练着自己的身体，再到后来完成了一击破坏黑钢巨石的壮举。蕾拉这才知道，我能成为学院天才，靠的不仅仅是天赋，更多的是那持之以恒、始终如一的韧性。我也完成了身背5颗黑钢巨石做俯卧撑的壮举，我与色提之间的差距也正在一步步减小。蕾拉看着我，想起了那句至理名言：天才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努力的天才。很快来到1周后的
选拔赛代表比赛。看到我出现在这里，色提很是震惊，他没想到我真的有胆量站在这里。闻此，我给予了他一个势在必得的眼神。我的目标正是冲着代表的名额去的。伴随着罗伯特抬手示意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话音刚落，我先发制人，朝着色提就是一个冲锋。色提按兵不动，双拳格挡在胸前，稳如泰山。闻此，我将法力专注于脚上，一发回旋踢，连番的攻击让他疲于防守，无法阻止进攻。一击奏效，色提一直在防守，被我击退数米远。不过色提的防守确实严密，那坚定的眼神看不出任何一点占下风的焦虑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色提一个冲锋袭来，巨拳挥出，扬起滚滚烟尘。念及此，我猛然一个下腰躲过这势在必得的一击。要是中了这一击，这场比赛就结束了。闻此，色提迅速收回右手，与此同时，一发左直拳攻向我的面门，却被我闪过。紧接着一发右勾拳呼啸着攻向我，然而我早已做好准备，双手格挡防守了下来。连番战斗下来后，色提自信满满，我的身体素质在他眼里终究还是太弱了。所有人都认为色提占据了上风，而我只有被动防守的份。但身为裁判的罗伯特老师看穿了一切，虽然目前看似色提一直在追着我打，但我用法力控制完美，抵挡下了色提所有的攻击。色提的攻击越来越密集，他有着必须当上选拔赛代表的决心。他和他的父亲出生在一个擅长近身魔法的家庭里，恰恰如此，他们一直都承受着其他魔法之路的歧视，所以他色提立誓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改变这命运。其实我也是能体会色提那不甘的感受，这跟我选择近战魔法时同学们一样的目光一模一样。但正是如此，更要攀爬到高处，让那些小看近战魔法的人闭嘴。所以色提让我们一同往更高的目标进发吧。闻言的色提很是震惊，更高的目标在这之前他想都不敢想，但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打倒我，成为选拔赛代表。此刻局势迎来逆转，我开始压着色提打。罗伯特老师也看出了此刻比赛来到了赛点，伴随着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色提将法力专注于手上，凝聚出法力长剑，将所有力量灌注于这一剑之上。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我也因此被逼到了比赛场地的边缘。此刻我灵敏的步伐也被封锁住。念及此，色提右手青筋暴起，开始酝酿大杀招。可他势在必得的一击却打了个寂寞，原地站着的不过是我的残影罢了，而我的本体已经瞬身到色提的身后。刚刚我将法力专注于站立的地方，也就出现了残影。此刻的色提处于出招的后摇，无法移动，效果显著，一剑斩在他的腰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场比赛的胜利属于我。是一块平平无奇的黑钢石，当遇到他的一生挚爱流沙之后，却诞生出了无坚不摧的岩石巨人。而这样子的巨人足足有一个军团。就在我用法力长剑斩出最后一击后，色提轰然倒地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刚才那一击的含金量，只有承受者的他才懂，竟是在最后关头将法力长剑调整为不致命属性，这得要多深的法力造诣才能做到这种地步。下一刻，我的手掌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，他也终于承认了我更强的事实。他更好奇我是为了什么而坚持战斗到这个地步，为了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大，为了防止任何东西从我身边被夺走。闻言的色提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原来自己的格局终究还是小了点，败给你这样的人，我心服口服。你是名副其实的近战魔法部第一人。伴随着罗伯特老师将我手臂举起，我也因此成为了选拔赛近战部的代表。几日后，迎来了8大代表面对面交流比赛的时候，临别之际，罗伯特老师嘱咐我小心一点，似乎他知道我即将面临的局面不容乐观。果然，我刚一进门就迎来了其他代表的针对。眼镜男对我的到来很是意外，没想到近战部的代表真的会来参加交流赛。从他手臂上的魔法印记不难看出是傀儡部的代表，就是这家伙的嘴有点欠，上来就出言接近战部一直垫底的短，更是一把踩住我的脚，接着说着垃圾话。小子，真希望你能挺得过第一轮，这样一来就能打破近战部近100年都垫底的记录。近战部就该有近战部的样子，找一个偏僻的角落练肌肉待着就行了。话音未落，我一把踩住了眼镜男的脚。我喜欢你这种独特的问候方式，希望接下来的选拔赛你对上我还这么有底气。闻此，眼镜男瞬间暴起，扬言要在这里教训我这个近战部的代表。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了眼镜男：年轻人有冲劲是好的，不过最好留到选拔赛的场地上尽情挥洒。随着校长的到来，也就意味着选拔赛正式开始。这时一个粉发萝莉看到校长后很是激动，当即立下军令状，会在交流赛上斩获完美的名次。上一世召唤部的这个小萝莉可算崭露头角了，只不过在最后决赛败给了我而已。随后校长开始宣读选拔赛的规则以及注意事项。本次交流选拔赛将以1对1的形式进行，而我也得偿所愿，抽到了魔法部的眼镜男作为对手。随后校长示意我们要把这次选拔赛当做一种实践，他非常期待在10天后看到我们所有人的斗志。话罢，校长背着手转身悄然离去。念及此，我赶忙跟上校长的脚步追了上去。这一世的我只有这样做才能跟校长说上话。闻此，校长转过头看着近战部代表的我很是不解：校长，我要是赢下了选拔赛的冠军，您可以传授我魔法吗？随后我更是补充到左手的神秘魔法。闻言的校长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一股无形的威压席卷整个空间。很显然，此时的校长对我警惕性极强，但我没有选择必须学会他左手的魔法，只因那是对抗魔神撒旦的希望之一。可我又不能说我转世重生的事实。好在我坚定的眼神最终打动了校长，只要我赢下选拔赛的冠军，就能学习他左手的魔法。临行之际，校长还不忘提醒我，他左手的魔法之路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。片刻之后，我来到校园里的板凳上，接下来的10天看样子该好好规划一下。突然，一个傀儡巨人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眼镜男从角落里缓步走出，原来这玩意竟是
出自他之手。看来对方能成为傀儡部代表，确实有两把刷子，竟然通过法力让傀儡巨人拥有了生命。伴随着眼镜男右手一抬，无形中仿佛有一条线控制着傀儡巨人。片刻之后，场上出现了足足5尊傀儡巨人。恰逢此时，眼镜男的通讯设备里传出了声音，对方好似在告诉他私下斗殴会被取消参赛资格。念及此，眼镜男单手一抬，解除了傀儡巨人的控制。眨眼间，所有巨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随后，眼镜男挥了挥手，作势离开，并扬言会在选拔赛上找回场子。经过这一出，眼镜男的实力也得到了我的认可。光就天赋而言，这家伙也算是独一份的。回到近战魔法部后，罗伯特老师开始对我进行特训。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很显然，我现在的短板就是身体能力。闻此，罗伯特老师很是满意。接下来的训练将彻底补足我这一块短板。色提会将法力专注于速度，扮演多个傀儡巨人，从多个角度进行攻击，以此来模拟跟魔法部眼镜男对练，从而达到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的效果。话罢，色提将法力专注于速度，朝我发动攻击，一击左勾拳袭向我的面门，被我侧身躲。紧接着，色提迅速收回左拳，作势使出右勾拳。闻此，我当即防守身体的左半部区域，却看到色提嘴角露出一抹冷笑，右勾拳竟是虚幻一枪，真正的杀招赫然还是左勾拳。无奈的我只好双臂格挡在身前。果然，我的反应速度终究还是太慢。闻此，罗伯特老师很是满意，色提这一招组合拳使用的恰到好处。伴随着时间缓缓流逝，我渐渐适应了色提的出拳速度和路数，我也抓住了唯一的空当进行了反击。照这种训练模式下去，等到正式比赛的那天，我将立于不败之地。10天后，8大魔法部选拔赛正式开始，场上座无虚席，挤满了观看的人。第一场战斗的主人公便是我跟眼镜男，有比赛的地方就会有外围，可惜的是压我的人少之又少，但这也意味着一旦我赢了，就相当于爆了门。观众席上的黄毛摸着自己空空的钱包，大声为我呐喊着，这家伙竟是梭哈了全部身家赌我是匹黑马。画面一转，远程魔法部的首席老师和代表也过来观战，毕竟我和眼镜男都有可能成为他下一场的对手。伴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，示意开始，我跟眼镜男的战斗就在这个沙漠场地上进行。闻此，眼镜男很是满意，只因这个场地完美契合他手上的道具黑钢石。伴随着黑钢石缓缓掉入沙子之中，竟是跟沙子完美融合，形成一个傀儡巨人。而这样子的黑钢石，眼镜男足足有数十个。眨眼间，一个傀儡巨人军团集结完毕。当看到2个小孩被一头灰熊追击之时，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出手相助，因为你的这一举动或许会让女孩命运的齿轮重新开始转动。就在眼镜男召唤出数十个岩石巨人后，这家伙还不忘提醒我一句，岩石巨人可以在这些沙子上无限复活。闻此，傀儡部的同学们一脸理所当然的嘲讽我，并声称比赛结果在开始的时候已经注定了。眼镜男更是示意我现在就可以投降，免得待会败得太惨，丢了近战部的面子。闻言的我对眼镜男很是失望，枉费我期待了半天就整出来这么个玩意。念及此，眼镜男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单手一挥，驱使岩石巨人朝我发动冲锋。在他眼里，我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，没有人能在岩石巨人的合击下存活。近战部永远都是垫底的没有之一。就在这时，场上的岩石巨人突然停下手中的进攻动作，我手背上的近战魔法印记当即凝聚法力长剑，仅是一个斩击，岩石巨人便4分5裂，归于尘埃之中。在这之前，我早已掌握黑钢岩的法力流动轨迹，岩石巨人在我面前如同移动的靶子。眼镜男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碎成渣的岩石巨人，他始终不愿相信这些宝贝会如此不堪一击。闻此，他双手操纵着法力凝聚出更多的岩石巨人，一个以量取胜的想法油然而生。然而在我眼里，这些只会做简单动作的岩石巨人就是移动靶，没有任何的悬念，依旧是一剑一个。岩石巨人在我的法力长剑下瞬间溃散，没有一个岩石巨人能撑到2秒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岩石巨人也算近距离攻击魔法，但在这范畴内，我的近战魔法是最强的没有之一。伴随着最后一个岩石巨人陨落在我的法力长剑之下，眼镜男当即手足无措，试图制作下一批傀儡巨人。然而我矫健的身影已然欺进眼镜男的身前。这是一场对你来说不公平的比赛，只因你遇上的对手是我。伴随着我夹住了法力的拳头轰在眼镜男的脸上，眼镜男被强大的作用力猛然击飞，随后轰然倒地，卷起滚滚烟尘，瞬间遮挡住了围观同学的视野。他们很是好奇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待到烟雾慢慢消散，围观的同学终于看到了一个身影出现在场上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那个身影就是近战部的我。闻此，蕾拉兴奋地叫出了声，没想到我真的做到了赢下比赛的壮举。其他同学则是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要知道，近战部已经近100年没有赢下比赛了。于是乎，傀儡部的同学开始推测眼镜男是操作失误，肯定是傀儡制造太多造成的战力下降才会失败。其他同学附和道，一定是这样的原因导致的岩石巨人自毁。果然，近战部这一次是走了狗屎运才赢下的比赛。此时观战的远程魔法部老师看穿了一切，岩石巨人压根就不是自毁的。伴随着裁判示意，第2场比赛开始。刚刚的沙漠场地瞬间转化成丛林场地，而我也来到观战区域跟蕾拉会合。观看下一场比赛的对手获取情报只是借口，更重要的是跟妹子蕾拉交流下感情。此时场上召唤部的萝莉妹子占尽了上风，她骑着的那头召唤兽在丛林里移动如履平地，而她的对手赫然是阵型部的代表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召唤各种魔法阵辅助战斗。虽然阵型部的意志被召唤部的压制，但这家伙躲避的动作倒是意想不到的丝滑。念及此，我当即起了偷师的想法，把阵型部的躲避动作融合进近身魔法中。恰逢此时边上传来蕾拉的惊呼，没想到其他魔法部的动作看起来这么酷，什么时候我的近战魔法也能跟他们一样酷？念及此，我好奇地询问蕾拉选择近战魔法的原因。明明其他魔法之路更有优
优势。闻言的蕾拉嘴角微微上扬，想起了那段往事。原来小时候的她被一个近战法师救过。那天她跟弟弟像往常一样在森林里玩耍，不曾想被一只凶猛的灰熊狂追了一路。正当她以为即将命丧胸口之时，一个矫健的身影猛然占据了她的视野。那个男子仅仅一拳就击倒了强壮的大灰熊，而他手背上的魔法印记赫然是近战部的标记。从那之后，蕾拉心中就萌生了一个伟大的想法，成为像那个男人一样的近战法师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不过现在的自己似乎没有实现小时候的理想，自己的近战魔法终究还是上不了台面。闻言的我当即否定了蕾拉的看法，只要心中有了目标，那么你的近战魔法总有一天能变得足够强大。听到我的鼓舞后，蕾拉瞬间高兴的心花怒放，两只小手甚至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好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回头望去竟是我最好的兄弟雷欧。看到他落选远程魔法部代表后，我很是疑惑，明明这家伙可是仅次于我的远程部第2强者，不过这家伙一点眼力见没有，上来就指着蕾拉询问是不是我的女朋友。闻听此言的蕾拉当即羞红了脸，站起身离去，留给了我跟雷欧足够的时间叙旧，而我也终于有机会满足自己那该死的好奇心，紧接着询问雷欧怎么没有当上远程部的代表。虽然雷欧并不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，但还是提醒我一定要小心远程部代表的肮脏手段。我就是被那家伙给欺骗了，才会将远程部代表的位置拱手让给他。念及此，我瞬间多了一个心眼，对待这种不择手段的人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果然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的桌上莫名其妙多了瓶花，好在蕾拉发现了上面有着魔力波动，靠近后竟是会吸走人类身上的法力。念及此，我推测肯定是远程部代表所为。至今为止，这已经是第7个花瓶了。闻此，蕾拉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没想到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，我还这么能忍。其实我也不想就这么忍气吞声下去，奈何对方作案的手法极其专业，硬是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追究到他。恰逢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开门之后竟是一群可爱的小孩手捧着鲜花要送给我。原来他们也是受人所托。小男孩手指着远方，说是那个人交代他们移交鲜花的。就在蕾拉疑惑对方有可能是我的粉丝之际，手捧鲜花的小女孩脸色突然发青，伴随着鲜花缓缓掉落在地，小女孩手捂着脑袋，一股晕眩感席卷而来。此时脖子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黑斑。闻见此景，我很是震惊。上一世的我在战场上看到过几次这样的斑点。念及此，我猛然抬腿一脚将鲜花踹出2米半远。这玩意有毒，而且蕴含传染性极强的毒素。果然，另外2个小朋友也被传染毒发了。这家伙没想到能狠毒到这种地步。为了阻碍我，竟是将小孩也牵扯了进来。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，这3个小孩危在旦夕。可想找到一个能治疗这种毒的医护人员，又谈何容易？就在我为寻找医护人员愣神之际，蕾拉示意我将这3个小孩交给他。原来他的依仗竟是之前被抢走的胸针。蕾拉的母亲在这上面植入了治疗魔法，伴随着蕾拉手持胸针开始咏唱，一股绿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住3个小孩。小女孩脖子上的斑点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看到这，我欣慰地将3个小孩交给蕾拉处理，随后用法力覆盖住那束毒花，防止其扩散开来。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玩意处理掉，否则一旦毒花扩散了，会有更多的人被传染中毒。可我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法力覆盖，手持毒花的我依旧难逃被传染的命运。仅仅过去2秒半，脖子上便出现了黑斑。现在我也只能依靠圣树那妙手回春的生命力了。为此，我带着毒花拼命朝着圣树奔袭而去。大魔法部选拔赛半决赛就此拉开序幕。伴随着主持人抬手示意比赛开始，远程魔法部的代表掌心凝结魔法阵率先出手。念及此，我将法力凝聚于双脚之上，疯狂躲避着。观战席上，罗伯特老师和瑟提看出了我的异常，一味的防守完全不符合我的战斗风格。我也想酣畅淋漓的近身战斗，可身体内的毒素需要时间才能解除。为今之计，只好进行防御，拖延时间解毒。闻此，远程魔法部的老师很是得意，看来那个计划正在成功的进行。而此刻观战席上，蕾拉的位置空无一人，但愿那3个小孩最终平安无事。远程部的代表肆意的狂笑着，手中的远程魔法不间断朝我袭来。为躲避攻击的我消耗掉了太多的体力，汗水止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。闻此，观战的同学似乎看到了比赛的结局，纷纷认为近战部的我没有办法完成反击。与此同时，远程部的代表猛然加大了攻势，竟是又凝聚出个魔法阵，狂轰滥炸。这一次我退无可退，只好双手格挡在胸前，凝聚出防御罩来抵挡。伴随着防御罩的应声碎裂，火焰魔法猛然在我身前爆开来，热浪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2条手臂再也找不出一处好的地方。远程部的家伙更是肆意的嘲讽我：“你用那双受伤的手还怎么跟我打？”没想到这家伙的打法竟是这么的稳妥，持续用远距离魔法打击我，不让我靠近。可这家伙后续的攻击全都击打在空处，扬起滚滚浓烟。与其说是攻击，不如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对方似乎是看出了我心中的疑虑，但他并没有回应我，而是示意我看看自己的脚下。只见我周边的立足点全都消失不见。原来对方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岩浆上的巨石。只见对方双手凝聚着法力，开始咏唱最后一击。罗伯特老师和瑟提看着这一幕很是担忧，这一击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胜负已分。就在对方自认为胜利在望之际，意外终究还是发生了。蕾拉突然出现在观战席上，为我摇旗呐喊。胸针的治疗效果确实强大，3个小孩现在都度过了安全期。念及此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瞬间松了口气。我总算不用分心去担心他们了。伴随着我将法力专注于治疗力之上，我体内的毒素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近战魔法一种物理
刺激的用法。刚刚的战斗中，我一直在刺激细胞分解毒药，所以在对方忙着攻击岩浆上的巨石之际，我已经悄摸摸完成了解毒的过程。然而对方丝毫不慌，毕竟这种情况下神仙来了也无法扭转战局。下一刻，他直接祭出大杀招烈焰龙卷，狂暴的热量席卷而来，封住了我的路。念及此，我双手持剑，将剩余的法力全都灌注于这一剑之上，找到对方烈焰龙卷法力流转最弱的一点，一剑斩出，强行将烈焰龙卷回击了过去。闻此，对方彻底疯魔，双手齐出，再次凝集出雄厚的魔力，竟是硬生生将烈焰龙卷的魔力波动抵挡掉。也就是这一耽误的功夫，我将法力凝聚于双脚之上，跨越了岩浆。你该不会以为这个距离我跳不过来吧？一剑挥出，对方瞬间爆衣吐出2两番茄汁，片刻之后他轰然倒地昏死过去，我也因此拿下了半决赛的胜利。闻此，罗伯特老师惬意地点上一根蚊香，不愧是我们近战部的代表。这时观众席上的同学指着我脚底很是震惊，没想到巨石突然碎裂，我跟对方同时失去了立足点，止不住下落的趋势。这时我猛然发现对方已经失去了意识，这样下去他绝对会掉入岩浆之中。念及此，我赶忙将法力专注于脚上，借着空中的岩石落脚点一个加速，总算在靠近岩浆20公分处止住了对方下降的身形。就在我拉着对方的脚苦苦坚持之际，召唤部的那只召唤兽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并成功带着我们摆脱了危险。闻此，观众席上的同学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，看来召唤部的萝莉很受大家的欢迎。看着召唤兽跟萝莉合作无间的亲密程度，看来接下来的决赛会是一场苦战。上一世我就是从他手上夺走选拔赛的冠军，这一世我定将再续辉煌，再一次辣手摧花。这时观众席上的同学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近战部竟然晋级到了总决赛，也许这跟上一场比赛都不是侥幸，近战部这一次真的有可能成为赛季黑马勇夺冠军。就连校长也不禁看着我点了点头，这小家伙上次说想学我的魔法，看来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与此同时，远程魔法部的老师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掉。上一次我选择近战部就打了他的脸，这一次他远程部的代表用了阴招还是败给了我。气不过的他甚至对我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。片刻之后，我回到了观战席上寻找蕾拉的身影，在得知3个小孩都在医务室里待着，我也完全放下了心。这时我的战斗直觉疯狂地预警着，一股冰冷且充满着杀意的魔力波动席卷而来。可我找了一圈，始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蕾拉看着我这异常的举动很是疑惑，并询问我是否发现了什么。闻此，我否定了他的看法。那股不祥的魔力波动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比赛场地上空正凝聚着黑色的魔力。大魔法部总决赛震撼来袭，极负盛名的明星选手召唤部萝莉，而我则是后来居上的赛季黑马近战部新秀。自从察觉到比赛场地那股神秘的魔力波动后，我开始秘密特训，确保拿下选拔赛冠军，但必须要在1周内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才行。为此，我找来了近战部最强的男人罗伯特，而罗伯特还有一个令人神往的称号——彗星之拳。这是上一世流传在魔法军团的传说。彗星之拳是一个极负盛名的近战法师，传言一拳足以秒天秒地秒空气秒神龙。然而在我参军之前，彗星之拳就退伍了，所以迎战魔神撒旦之时，我俩无法并肩作战。可今天我却有幸遇到了彗星之拳本人，指导我学习近战魔法。念及此，罗伯特无奈地摸了摸头，他已经很久没被人叫做彗星之拳了。可我十分清楚，罗伯特即使退役了，但在我遇到的所有近战法师中，他绝对是最强的，没有之一。为了获得足够强大的力量守护身边的人，我必须说服罗伯特传授我传说中的那一招。在得知我想要变得更强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后，罗伯特久违地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你这家伙果然跟我当年一模一样，憧憬力量而又敬畏力量。话罢，罗伯特示意我看清楚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，因为这一拳会很帅，将法力源源不断汇聚在拳头之上。当法力达到临界点的时候释放出来，但由于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汇聚法力，严格意义上并不适合选拔赛那种1对1的比赛形式。但我并不在意，没有机会那我就想办法创造机会出来。很快，罗伯特带着我开始训练彗星之拳。接下来的1周里，森林里回响着此起彼伏的音爆声，伴随着我最强的一拳轰出，我的法力瞬间消散。这是至今为止最接近罗伯特的一拳，没有之一。闻此，罗伯特惊得冷汗直流，这小子竟是在1周时间内记住了所有的技巧。当年的我可是足足花了2年才学会，待到烟雾散尽，一拳之威的强大显露无遗，而我也给这一拳起了个极其拉风的名字——龙拳。很快迎来了选拔赛总决赛的震撼开场，主持人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，双方选手闪耀登场，欢呼声最高的明星选手召唤部萝莉，后来居上的赛季黑马近战部的我。而比赛的场地变更为女神的废墟，场上到处遍布着残垣断壁障碍物。而考虑到决赛双方选手的战斗力，学院的队形部老师更是设置了一个强大的屏障，防止误伤观众。这样一来，我便能放开手脚施展那招强力的龙拳。随后我看向观战席上校长所处的位置，但愿到时候他能信守诺言，教我左手的神秘魔法。比赛开始后，召唤部萝莉单手一招，身后的次空间一只萌萌哒的宠物闪现而出，而它赫然是萝莉的半生召唤兽小可。刚一登场，小可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，却被我侧身躲过这发冰雪吐息。糟糕的是，整个比赛场地被屏障笼罩住，这冰雪吐息的冰冻效果获得了巨大的提升。可萝莉并不打算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示意小可火力全开，接着释放冰雪吐息。念及此，我丝毫不敢大意，将法力覆盖在身体表面，提升
基础属性，一顿操作猛如虎蛇行走位一一躲过，眨眼间已然欺进萝莉和小可身前，手背上的魔法印记闪烁凝聚出法力长剑，一剑挥出命中目标，小可避无可避，用脸挡下了我这一斩击。可萝莉仅仅只是抬手治疗了2秒半，小可脸上的伤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。闻此，我一个后撤步迅速拉开距离，看来只有使出龙拳才能击败对方。可刚刚的一击却彻底激怒了这个人畜无害的萝莉。下一刻，他单手指天配合小可释放出滔天的魔力，眨眼间脚底冒出了冰冷刺骨的寒气。更糟糕的是，这股寒气瞬间席卷全场，竟是在整个地面上覆盖上了一层薄冰。果然，这屏障就是一个坑，局势瞬间变得对我极其不利。我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掉这场战斗，不然迎接我的只有冻成冰雕的下场。为此，我当即取消掉了法力长剑的魔力释放，在躲避攻击的同时，悄然将法力汇聚在拳头之上。可一直打不中我的萝莉瞬间急了眼，单手一招竟是召唤出了另一只神宠小。闻此，观众席上的色题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没想到小小的萝莉竟然拥有2只召唤兽，就连见多识广的罗伯特也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小小的召唤部竟是出了这样有实力的人物。此时场上的我局势不容乐观，小可小一从2个方向袭来，将我赶到死角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猛然一个后跳躲开了攻击，随后抓住对方处于攻击后摇的僵直反击，用肘击将他们一一击退。而接下来就轮到我的回合了，这就是我的王牌。闻此，萝莉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2只召唤兽会败。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我右拳之上的法力凝聚即将达到峰值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场比赛我赢了。然而意外终究还是发生了，萝莉脖子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符号，下一刻滔天的魔力从体内喷涌而出。念及此，萝莉捂着脖子痛苦地嘶吼着，可这股魔力却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竟是上一世差点灭掉我的那个男人魔神撒旦。本可以全身而退赢下比赛，却为了心中的正义差点命丧诸侯。好在生死存亡之际看透了一切，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使出了那一招。就在刚刚，萝莉身上涌出一股不祥的魔力，席卷全场。紧接着，萝莉的2只召唤兽神情很是痛苦，似乎在竭力抵抗着那股恐怖的魔力。而我意外发现，这魔力跟魔神撒旦的如出一辙。萝莉双目圆睁，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她紧咬牙关，试图抵挡住魔力的入侵。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在一声怒吼中付诸东流。随着萝莉抬手指天赐空间开启，充斥着不祥魔力的召唤兽夺门而出，整个身子全是诡异人头的怪人，长着3个一模一样头颅的3头地狱犬，看似普通其实危险性极高的3眼狐狸，拥有刀锋般尖角的汗血宝马。只见多头怪人手持宝剑朝我发动了冲锋，而3头地狱犬在周边游离，压缩着我走位的空间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打乱了我的计划，刚刚积攒完毕的龙拳还没释放就消散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萝莉原先的召唤兽小翼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一个爪击将我狠狠按在了女神废墟的柱子上，力量之大更是将柱子拦腰折断，我无力的瘫软在地。仅仅只是一击，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的右手已经抬不起来。念及此，我赶忙将法力专注于治疗效果上进行恢复。萝莉痛苦地闭上了双眼，死死扼住自己的脖子。很显然，她正在跟体内的不祥魔力争夺身体的控制权。此时的我将法力专注于脚上，一脚踢飞了离我最近的地狱3头犬，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萝莉方向奔袭而去。我必须打晕她，帮她摆脱不祥魔力的控制。这时，一声清脆的水滴声打破了战斗的宁静。萝莉泪流满面地看着我，示意我赶紧离开。这也是她清醒之后说的唯一一句话。念及此，我猛然停住了前进的脚步。就凭这一句话，我必定要帮她摆脱不祥魔力的束缚。我一个侧身闪过地狱3头犬的正面攻击，转而攻向体型最小的3眼狐狸。柿子肯定要挑软的捏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就在我击晕3眼狐狸后，汗血宝马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念及此，我将法力专注于双臂之上，双眼死死盯着汗血宝马头顶的尖角，伴随着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抓住那2个尖角，手臂之上的血管当即爆裂，鲜血喷涌而出，这是力量爆发到极致的体现。而汗血宝马那极大的体型也被我强行抡飞，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汗血宝马的体重，这家伙压得我青筋暴起，双目圆睁，很是痛苦。念及此，我寻找着其他3只召唤兽的踪迹，并将汗血宝马当作投掷物砸向他们。可连番的战斗让我的体力消耗得太快，力竭的我站在原地大口呼吸着。恰逢此时，我的战斗直觉正疯狂地发出预警，回头望去，刚刚被击晕的3眼狐狸已经恢复了意识，这家伙的第3只眼竟是化为一把骨刺，从我的右腿之上直接穿透了过去。随着3眼狐狸骨刺的拔出，我也因此失去了行动力。此时观战席上的罗伯特再也坐不住，他看出了后面出现的4只召唤兽不属于萝莉的魔力，念及此，他大声呼喊着阵型法师的名字，试图解开屏障，阻止这场不公平的比赛。然而没人知道的是，阵型法师正无力瘫坐在地上，此时的他双眼耷拉着，完全没有一丝的神色，脖子上一个魔法印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而操纵这个魔法印记的赫然是这个神秘人。怪不得罗伯特的呼喊无人搭理。另一边，罗伯特看着场上的局势已经变得不可控，念及此，他离开了座位，寻找着阵型法师的身影。可他仅仅只是走出了2步，却又被场上的战斗吸引住。此时的我呆愣在原地，无法动弹，右脚之上被骨刺洞穿的伤口滴落着血液，而萝莉驱使着召唤兽大军朝我奔袭而来。冲在最前面的是萝莉的半生召唤兽小可，
可。眨眼间，小可已然欺近我的跟前，紧接着他张开那散发着腐臭的血盆大口，对着我的左臂竟是毫不犹豫地咬了上去。一瞬间，骨裂声不绝于耳，充斥整个比赛场地，伴随着小可猛然加重力道，死死咬住我的手臂，血液如泉涌般喷射而出，震惊全场。失痛之下，我更是发出沉重的嘶吼，双眼圆睁，猛然吐出2两番茄汁。可重活一世的我怎能在这个地方倒下？手背上的近战魔法印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我本想只是击晕召唤兽救下萝莉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放手一搏，全力一战，都给我跪下！这就是倾注我所有力量的一拳，龙拳！第一人之力粉碎了魔神撒旦的阴谋，操控萝莉的幕后黑手即将露出真面目。就在刚刚，我一发龙拳轰散萝莉所有召唤兽。待到龙拳冲击波消散，萝莉失去召唤兽的支撑掉了下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萝莉下方，在她即将接触地面的瞬间救下了她。此刻萝莉已经失去意识，完全昏死了过去。幸运的是她还活着，要不然我刚刚的龙拳可就背锅了。闻此，同学们都惊呆了，没想到我竟然成为了战到最后的那匹黑马。伴随着主持人激动人心的宣布最终赢家，我代表近战部拿下了8大选拔赛的冠军。闻此，校长一脸欣慰地看着我。要知道近战部已经有100年没有出过成绩了，真是个有趣的小家伙。这家伙的眼神透露着对我左手魔法的渴望。近战部的同学们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同为近战部的他们竟是看不穿我的最后一拳。蕾拉和瑟提更是由心的为我高兴，看到我拿下冠军，简直比他们自己获胜还得劲。黄毛早已兴奋的说不出来话了，这家伙买我赢，直接爆了个大冷门，赚翻了一斤。没人注意到场地的另一边，神秘男子对这场比赛的结局很是不满意，他开始后悔低估了我的实力。念及此，他掌心凝聚火球，决定清除所有的痕迹，首当其冲就是把阵型部的老师干掉。可下一刻，神秘男子眼神一凝，改变了主意，他慢慢散去了凝聚而成的火球，随后一指点在阵型部老师脖子的魔法印记上。另一边，罗伯特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朝这边赶来，可等他到达后，只看到了倒地不起的阵型部老师。幸运的是，阵型部老师还有口气，只是晕死过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比赛场地的防护罩慢慢消散。就在我疑惑防护罩为什么突然消散之际，校长从天而降，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他看穿了萝莉昏过去更多的是因为召唤兽被击散。闻言的我告诉校长，萝莉有可能被人操控了。校长蹲下身来查看一番，给予了肯定。他从萝莉身上探查到其他魔法印记的残留。紧接着，校长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，只因我打破了近战部100年的记录，创造了辉煌，他也会遵守跟我之间的诺言，将左手那神秘的魔法传授于我。话音刚落，我很是满意，就连伤口都不疼了。没有什么其他奖励比这个更适合我的。随后，校长起身离开，并示意我明天单独前往他办公室洽谈。片刻后，我来到医务室处理战斗中留下的伤，很快外伤都被医生小姐姐包扎得严严实实，然而内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康复。这时门外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声响，紧接着罗伯特带着蕾拉、瑟提和3个小朋友冲了进来。看到我身上的伤无恙后，他们悬着的心也随之放下，随后就来到庆祝环节。没想到蕾拉竟是开心的像个小孩，就连瑟提也不再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。我得到冠军，让这座冰山直接化开了。很快一阵寒暄过后，瑟提、蕾拉带着小朋友先行离去，而罗伯特则留了下来。原来撑起保护罩的阵型师竟是被人控制住，而且萝莉现在虽然处于昏迷状态，但她一旦醒来必定会被学院那边问话。说罢，罗伯特更是提醒我接下来要小心，这一次的事足以证明我已经被别人盯上了。闻言的我肯定了罗伯特的看法，我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查出幕后黑手。到了晚上，萝莉的病房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而萝莉躺在床上昏死过去，全然不知外界情况。只见神秘人手中凝聚着魔法，朝着萝莉缓步走去，他竟是准备抹杀掉萝莉，清除掉留下的痕迹。就在魔法球即将击中萝莉的紧张时刻，一个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，我手持法力长剑一剑挥出，切开了魔法球。我眼神一凝，看着神秘男子很是不解，没想到这个跟魔神撒旦有关的幕后黑手竟然会是我的好兄弟雷欧。8大选拔赛幕后黑手浮出水面，可找出真相的我却高兴不起来，只因神秘男子竟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念及此，雷欧很是震惊，他自认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我也不愿意相信雷欧是幕后黑手，可事实就这么摆在面前。闻此，雷欧索性也不装了，他示意我到外面去聊聊。这个病房里充斥着药物的气味，随后雷欧在前面慢悠悠的带路，然而走在身后的我即将控制不住自己，可总决赛的内伤还没有恢复，贸然出手我定不是雷欧的对手。雷欧戏谑一笑，回头望向我，幕后黑手的身份暴露令他很是在意。其实早在祝福仪式那会我就有所怀疑，只因以你的性格定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不见。当然让我怀疑加深的是你失去了远程部代表的参赛资格，以你的实力不可能会输给远程部的其他人。直到刚刚在萝莉病房看到我对你的怀疑才得到证实，你身上的魔法气息跟那个男人的如出一辙，邪恶的魔神撒旦。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股魔法气息。毫无疑问，雷欧就是魔神撒旦的直系下属，故此我必须在这里阻止他，绝不能让他再继续为恶干扰学院秩序。我定将用手中的法力长剑改变未来魔神降临。可法力长剑竟是在雷欧身前慢慢溃散，这种无力的感觉就跟上一世那时候一模一样。所有远程魔法都对魔神撒旦造不成一点伤害，没想到雷欧竟是被魔神撒旦祝福过，远程魔法同样对他不起作用。伴随着我再次扬起法力长剑，仅仅只是被他手心的魔力接触到便失效。念及此，我一个瞬身闪现到他背后，只要从他视觉死角
脚进攻便能奏效。没想到还没接触到他身体，法力长剑直接溃散。闻此，雷欧一脸淡然回头望向我，抬手就是一发火球，猛然将我击退数米远，在地上滑行了10几米才停下脚步。雷欧自信满满，他的远程魔法可不是远程部那个废物能比拟的，所以你今天就永远长眠于此地吧。雷欧只是单手一招，刚刚的魔法波动竟是穿透了我右腿，我无力瘫倒在地上。这下局势变得不容乐观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依旧不会就此屈服。缴费了而已，我还有大杀招龙拳在手。雷欧面露凶光，发出狰狞的冷笑，他早已厌倦了这个无趣的世界，掌心凝聚出魔力，准备结束掉我的生命。念及此，我猛然从地上站起，未经之计也只能用出最后的龙拳绝招，剩余的魔力也只够我使用一次龙拳，必须找到上一世对魔神撒旦造成伤害的感觉。然而雷欧的魔法施法速度极快，我的龙拳还未蓄力完成，雷欧的远程魔法已然欺近我跟前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白色的火焰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而他的目标赫然是正在施法的雷欧。闻此，雷欧仅仅只是一个抬手，竟就让白色火焰寸寸溃散。很显然，出手的便是屋顶上的龙形怪物，来人竟是校长，而刚刚出手的赫然是他的召唤龙。只要给我个蓄力的机会，我就能用龙拳轰出一片天。就在刚刚，一发白色火焰救下了我，而出手的赫然是校长身后的白龙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校长顺着魔力波动找到这里，他对我很是抱歉，刚刚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也许人就没了。话罢，校长眼神一凝，看着雷欧，这个人就是选拔赛事故的幕后黑手。可当确认是雷欧之后，校长神情开始凝重起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校长真不想跟自己的学生开战，可为了学院的安全，校长不想战也只能战。浑厚的魔力席卷全场，差点让我睁不开眼。校长缓缓抬起右手，开始咏唱技能，伴随着他右手猛然向前一挥，白龙张开血恶的大口，就是一发火焰吐息，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却令我呆愣在原地，雷欧仅仅只是挥了挥手，张开一个防护罩，竟就让威力巨大的白色火焰直接溃散。而这恰恰是魔神撒旦赋予他的能力——远程魔法无效化。闻此，校长很是震惊，没想到远程魔法无效化真的存在。这是记载在学院图书馆里的一段预言，当未知的黑暗力量被唤醒时，整个世界将被灾难吞没，而魔法无效化就是未知的黑暗力量之一。故此，黑暗力量加深的雷欧内心极其膨胀，雷欧掌心魔力凝聚，开始咏唱魔法，而他汇聚的赫然是3种不同的元素属性，更关键的是还以完美的比例融合在了一起。闻此，我满脸不可置信地望着雷欧，没想到他竟是施展出了传说中的3元素融合魔法。另一边，校长同样闭眼开始蓄力，就在他睁眼的那一刻，竟是开启了动态视力。恰逢此时，雷欧的3元素融合魔法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砰的一声响，瞬间炸裂，并开始无差别攻击。这时校长开口示意我向右走2步，看着这席卷而来的漫天魔法弹，我顾不得思考，向右走了2步，竟是躲开了攻击。而校长直接在魔法弹雨中如履平地地走着，看到魔法弹被躲开的雷欧急眼了，他后悔应该毫不犹豫直接攻击的，可动态视力仅仅是校长实力的冰山一角罢了。念及此，雷欧索性不再保留实力，一声暴喝，滔天的魔力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这股气息我永远忘不了，正是魔神撒旦的力量。变身完毕的雷欧仅仅只是摊开了手，竟就让校长感受到了一股危机感。这一招要是在地面爆发的话，整个学院必将毁灭。故此，校长当即咏唱起飞行魔法来，在飞行魔法的加持下，校长跟着白龙一起升空，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学院的伤害降到最低。雷欧对此并没有理会，在哪里战斗对他来说都一样，而且对方在空中更难躲避他的远程魔法攻击。白龙不甘示弱，一发火焰吐息迎了上去。可就在双方魔法攻击汇聚的那一刻，雷欧的魔法弹竟是以势不可挡之势冲破火焰吐息，躲闪不及的白龙硬生生吃下了雷欧的魔法弹，直到白龙被魔法弹完全轰散回到召唤空间。雷欧看着这一切很是满意，这一场对拼毫无疑问他赢了，就连校长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老了，现在的天下属于年轻人的了。可下一刻烟雾散尽，我的身影猛然显现出来，雷欧这才知道白龙是为了掩护我奇袭做出的牺牲，但他双手一招直接释放出防护罩，可惜的是我的龙拳已经蓄力完成，我将用这次攻击来证明近战魔法的强悍之处。雷欧呵呵一笑，很是淡然，没有任何魔法能够突破这个防护罩，可他的笑容仅仅持续了2秒半，下一刻随着防护罩的碎裂戛然而止，而这便是我的龙拳。只要我的龙拳足够快，就能在远程魔法无效化之前击碎防护罩。待到烟雾散尽，雷欧无力瘫倒在地上，失去了气息。果然，近身攻击真的能绕过魔法无效化的反应时间。我很庆幸这一世选择了近战魔法。紧接着，我跟校长商讨着关于雷欧的处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雷欧的声音：“这一拳真疼啊！你总是能出乎我的意料。”没想到雷欧受了我的龙拳，竟然还站了起来。他缓缓抹去嘴角的血迹，紧接着暴喝一声，在胸前形成一个魔法弹，并以极快的速度朝我袭来。念及此，我掌心凝聚出法力长剑。可就在接触魔法弹的那一刻，手中的法力长剑寸寸皲裂，而我也因此完完全全承受住了魔法弹的攻击，直接将我轰飞到墙上，力道之大更是直接将墙纸轰碎，我无力的瘫倒在地。刚刚的魔法弹融合了魔法无效化，
可身体的疼痛让我的意识渐渐消失，竟是让我回想起以前跟雷欧一起训练的时光。伴随着雷欧一发魔法弹精准击中靶心，他扬言这个范围命中靶心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那个时候的我可是远程魔法部的天才，可现在雷欧竟是准备一发魔法弹轰爆我的脑袋。下一刻我恢复意识，猛然惊醒，我竟是躺在了病床之上。蕾拉告诉我已经昏迷了整整3天时间，可比起身体上的伤，我心理上的伤才是最致命的。我竟是再一次败给了魔神的力量，上一世死在了魔神撒旦手里，可重生到这一世再次败给了雷欧的魔神力量。蕾拉察觉到了我这一次输得很惨，她试图开导我。就在这时我猛然惊醒，我赶忙询问蕾拉校长怎么样了。在得知校长安然无恙在办公室后，我当即准备起身前往。闻此蕾拉请求我不要乱动，不然我身上的伤口肯定会崩开。念及此我示意蕾拉不用担心，但我有不得不去见校长的理由。我答应我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另一边校长正在办公室里召开会议，他将雷欧的事告知了8大部的主任老师。就在他们散场准备接下来的行动之际，我推门而入，刚好跟他们撞了个满怀。看到我醒来后，校长很是欣慰，可远程部的胖子却对我有着异样的目光。这时罗伯特示意我一定要振作，看样子这一次你输得很惨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话罢他表示后面找时间好好聊聊。随后我径直走到校长跟前，我很是好奇在我昏迷后发生了什么，可一激动却扯到了身上的伤口，顿时脚步不稳踉跄了一下。原来在我昏迷之后，雷欧也因那一击用掉了太多的法力，念及此他撕开了一道时空裂缝，在那之中的红色眼睛散发出摄人的威压，而他也准备通过时空裂缝撤离学院。校长本想出手强行留下雷欧，可裂缝之后的眼睛却令校长心生寒意，也只能从长计议让雷欧离开。听到这我猜测裂缝后的眼睛就是魔神的力量。校长好像看出了我知道点什么，他神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并希望我将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我没得选，只好一一和盘托出。校长抬手对我比了个耶，竟是要跟我的龙拳碰一碰。没想到第一局就输给了校长，而且还是连着3局全输。原来校长的眼睛能预知到几秒后的未来。就在刚刚，校长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他怀疑我知道这次袭击事件的内幕。正当我思考着如何回答之际，校长一把扯下左手的白色手套，他的怀疑源自于左手的神秘魔法。除了他自己以外，我是唯一知道这个魔法存在的人，所以你能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吗？可我并不是不想说，总不能说我是来自于10年后的未来吧。就在我思索着如何让校长相信我之际，校长看出了我的坐立不安。你有什么理由不能谈论这件事吗？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开口谈论穿越一事。就在这时，我猛然惊醒，想到了一种可能。我赶忙示意校长检查一下身上的时空项链，果然，校长震惊的表情验证了那种可能。时空项链此刻暗淡无光，此刻上面的祝福已经消失不见，这也意味着它已经在其他时间线上被使用了。而使用了时空项链祝福的便是10年后的我。伴随着我将10年后的未来告知了校长，他得知了自己将会被暗杀，并且魔神撒旦将毁灭这个世界，但他更清楚我肯定经历了强烈的遗憾，只有这样才能激活时空项链祝福的力量。而重生后我一直承受着如此悲惨的命运，故此校长决定从现在起成为我的力量，这也意味着我能学习到左手的神秘魔法，从而阻止10年后魔神撒旦毁灭世界。校长告诉我左手的魔法不属于任何现有体系，这是凌驾于所有魔法之上的精神魔法。随后校长示意我到其他地方聊聊这个，没想到这个地方赫然是我经常训练的生命之树。而精神魔法顾名思义，就是用魔法作为媒介将自己与灵魂融合的魔法，它不同于现有体系的魔法，组合多样化是它最大的特性。话罢，校长决定用实践来演示精神魔法。校长眼神一凝，竟是开启了动态视力，这种感觉就像跟雷欧战斗的时候一样。紧接着校长对我比了个耶，接下来将会用剪刀石头布来做演示。可第一局我的石头被校长布包掉，校长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灰心，可第2局我的布还是败了，就连第3局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败下阵来。我看着只打战的右手开始怀疑人生，可校长却告诉我这是他眼睛的力量，能够预知到未来几秒钟，故此要是能融合风的灵魂，那就拥有了飞翔的能力，而融合水的灵魂更是可以成为移动的消防车。关键是这个精神魔法还跟近战魔法极其契合，可校长却告诉我这需要与灵魂签订契约，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初始步骤要完成。话罢，校长闭上眼睛给我演示，校长的身体表面竟是亮起祥和的绿光，原来灵魂无处不在，但必须清空思想才能与自然融合一体。紧接着我闭眼尝试想象，此刻学会精神魔法对抗魔神撒旦的念头油然而生，伴随着落叶缓缓飘落，校长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没想到我竟是连入门都没有做到，这样还谈什么10年后打败魔神撒旦保护整个世界？校长解释可能是我心中的愤怒导致的，而想跟自然融为一体需要一种内心平静的状态，这也意味着完全放开思考，只是单纯的去感受自然。这时校长拍了下我的肩膀，示意不要紧，他推测我能在5年内掌握精神魔法的力量，毕竟当年的他也花了3年才掌握，但我等不了5年的时间，因为魔神使徒的袭击时间充满了未知。听说他们和魔神撒旦来自同一个世界，而且每个人都拥有不同于魔法的神奇力量。雷欧的则是令魔法无效化的分解魔法力量。10年后我曾经跟一个魔神使徒交过手，还好凭借远程魔法的攻击优势才打了个平手，而这个世界肯定还有着其他的魔神使徒存在。校长对我的担心表示理解，但是学习精神魔法不能操之过急。话罢，他示意我参加地下城的联合训练锻炼自身，罗伯特接下来会给我详细解释注意事项，而校长希望我在那里找一个机会超越自己的极限。随后校长让我接下来调整好自己的身体，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无尽的危险，而这也意味着新的篇章就此拉开序幕。
召唤部的萝莉抬手向我打了个招呼，为了向我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，竟是邀请我去他房间谈谈。就在刚刚，校长建议我参加地下城的联合训练，更是要求我保守魔神撒旦和黑暗使徒的秘密，在训练完成之前，灵魂魔法的训练将无限期推迟。闻此，我给予了肯定，我必须尽快恢复身体，才有资本应对训练。这时，罗伯特的身影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他示意同学们仔细听，只因接下来将介绍地下城的联合训练。闻言的同学们很是震惊，这是他们不曾听过的课程。如果说交流赛是展现个魔法部的战斗风格，那联合训练就是为了找到自身的极限，同时提高学生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，而培训的地点便是1星级地下城。然而参加训练同样是有候选资格，选拔比赛将在2周后开始，让我们期待最终谁会脱颖而出。而我对这个参赛的名额势在必得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学习校长的灵魂魔法。片刻之后，我带着蕾拉准备去吃饭补充体力，却迎来了同学对我们的议论。我夺得交流赛冠军的事迹早已传遍整片校园，还因此拥簇了几个迷妹小粉丝，他们看到我就仿佛看到了白马王子。蕾拉对此很是不屑，明明前几天还在嘲笑我，现在一个个全部变了副嘴脸。这时一个陌生的身影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对方赫然是贵族协会的卡尔，而他此行正是为了我这个交流赛的冠军而来。卡尔向我抛出橄榄枝加入他的贵族协会，他扬言只有最高级的法师血统才能加入，但这一次他为我这个近战法师破例，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次破例都是为了自己。边上的小迷妹瞬间沸腾了，看来这个卡尔在学院的名气并不小。卡尔更是示意我可以考虑加入，毕竟作为交流赛的冠军，这种高级协会可遇不可得。随后卡尔指了指边上的蕾拉，并示意我把时间用在女人身上就是浪费。话罢，我直接拒绝了卡尔的贵族协会邀请，只因血统在魔法中并不能证明一切，加入贵族协会才真的是浪费时间。闻此，卡尔很是震惊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拒绝。念及此，他唤出了自己的武器，他要为贵族协会捍卫尊严。紧接着手持法力长剑对着我就是一个冲锋，眨眼间已然欺进我身后。边上的小迷妹早已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纤细玉手阻止了卡尔，出手的赫然是红发的蕾拉。你难道不知道学院里不允许个人打架吗？还是说你根本不准备遵守学院的秩序？尽管卡尔想要反抗，可没想到蕾拉的力气竟是如此之大。紧接着卡尔用尽全身力气挣脱了蕾拉的束缚，无奈之下只好在同伴的搀扶下黯然离场。我这才发现蕾拉的实力比起之前强了太多。这时身后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这一切，来人赫然是召唤部的萝莉。为了感谢我从雷欧手里救下了他，萝莉邀请我到他房间里谈谈。与此同时，雷欧回到了魔神使徒的集合地。雷欧对自己的迟到很是抱歉。此刻其他魔神使徒早早等在了这里。第10代魔神使徒萨根是个十足的急脾气，从来没有人敢让他等待过。而且这一次雷欧擅自行动刺杀学生失败，甚至负了伤灰溜溜的逃了回来。闻言的雷欧并没有否认，他表示在最好的朋友面前无法保持冷静。可萨根并不准备放过他，他更看不惯雷欧那副傻笑的嘴脸。念及此，他并指为刀准备给雷欧一点教训。可一个威严的声音突然阻止了这一切，你们都是魔神撒旦的使徒，没必要在这个威严的地方窝里横。很显然这家伙的地位在这里排得上号，不然也不可能阻止凶神恶煞的萨根。可萨根对雷欧搞砸了那件事很是不悦，但男人示意萨根不需要操心，他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去刺杀目标。魔法部联合训练就此拉开序幕，而我仅仅只是释放出一丁点威压，竟就让边上的同学睁不开眼睛，还因此俘获了小迷妹的芳心。就在刚刚，召唤部萝莉邀请我去她房间，这令边上的蕾拉很是震惊，难不成是要到房间里做什么羞羞的勾当？可当萝莉拿出崭新的围裙后，蕾拉这才知道只是烹饪而已。原来萝莉很是感激我的救命之恩，故此她决定用食物来回报我的恩情。而色提也在邀请之列，只因人越多越热闹，而且今天的食物是拥有治疗效果的药膳，这对近战部的人来说可谓大补之物。另一边，我看着厨房的方向陷入了沉思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校长那里得知，萝莉竟是完全忘记了关于好兄弟雷欧的存在。念及此，我不禁怀疑萝莉的记忆被雷欧修改。这时色提看出了我有心事，并示意我可以敞开心扉告诉他。就在我准备告诉他我心中的疑虑之际，厨房里突然传来萝莉的尖叫声。原来萝莉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故此色提只能被拉过去帮忙。可这女仆的围裙穿起来多少有点违和，而我作为今天的主人公，只需要等着吃即可。片刻之后，一桌丰盛的美食占据了我的视野。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心意，我用法力附着在胃上，促进消化吸收，随后对着桌上的食物就是一顿啃。这疯狂的速度让蕾拉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随后一碗晶莹剔透的鸡蛋汤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原来这竟是出自魁梧的色提之手。可汤散发出来的气味却让萝莉很是震惊，但我还是将色提的心意一饮而尽。而色提仅仅只是喝了自己做的汤，竟就不好意思的羞红了脸。眼前温馨的一幕不禁让我想起了上一世的时光，那时候的我也是过着这样平静的生活。2周后，地下城联合训练的日子如约而至。此刻参加训练的同学们早早等待在这里。色提看出了我现在的状态比起之前好了太多，我给予了肯定，这都是拥有治疗效果的药膳的功劳。色提提醒我要持续吃药膳，不然治疗的效果便会因此而减弱。闻此我很是欣慰，这一世的我可以完全将后背托付给眼前的
拳的色体。突然，身后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男子开口介绍自己是3年级阵型部的米芙妮，随后他的队友也摘下兜帽，没想到赫然是一个大美女。米芙妮一眼看出我是交流比赛的冠军，并露出自来熟的笑容向我表达善意。就在色提以为米芙妮是个可交的朋友之际，大美女对着米芙妮露出似笑非笑的笑容。只见米芙妮瞬间变了一副嘴脸，原来刚刚的笑都是她的伪装。伴随着参加联合训练的同学全部到场，眼镜男作为这次联合训练的带队老师，他告诉同学们这次是阵型部和近战部的协同训练，而他身后的地下城封印着强大的恶魔，里面甚至有着未知的不死生物，故此这次训练主要是打败里面的生物，并将它们封印在手环之中，最终成绩以手环的封印数量作为考核标准，只要打败怪物就能获得5点分数，怪物掉落的战利品同样能获得相对应的分数，另外分数超过100分的人可以参加魔法王国的参观资格。念及此，我对这次训练势在必得，上一世的我就是在王国认识了很多强大的法师，如果我能获得参观资格，也许就能再一次见到他们。随后带队老师提醒我们不要前往地下城深处，那里的怪物必须多人组队才能够攻克，要是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将法力注入手环之中，手环会将你们安全传送到外面。我对着手环暗自定下目标，这一次拿他个100分，而色提也有着一样的目标，他跟我约定一起到魔法王国会合。闻言的我给予了肯定，这样近战部保底就有2个参观的名额。伴随着带队老师示意联合训练开始，我跟色提仅仅只是释放出一丝威压，竟就让边上的同学睁不开眼睛，而大美女似乎也被我的实力所折服，故此联合训练就此拉开序幕。魔法部联合训练正式开始，没想到在这地下竟会有如此宽敞的房间。我抚摸着边上古老的植被，不禁怀疑这里原本存在一个完整的文明。随后我想起校长说过的话，这一次训练对以后的任务有着极大的好处，而我目标是借此提升自身的魔力，只有这样才能跟魔神撒旦抗衡。这时其他同学也陆续赶到房间之中，眼前2条通道让所有人都泛起了愁。就在大部分人选择了右边的道路之际，米芙妮否定了他们的看法，在联合训练里面更深的路才是正解。随后米芙妮示意我选择左边更幽深的道路，可我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径直走向侧面长满青苔的墙壁，感受着墙壁内传来的脆响，我100%确定这堵墙是假的。闻言的色提都惊呆了，他没想到我竟然有着这方面的才能。我给予了肯定并做出解释，只因墙壁之上的青苔极其茂盛，所以在这之后肯定有个大房间。米芙妮并不认可我的看法，他认为青苔长得茂盛不过是巧合罢了。就当我准备告诉他们我听到风声之际，色提一拳轰出，将墙壁砸出了一个大洞。所以现在你们该相信这条路才是正确的吧。随后我跟色提一马当先开始寻找积分，米芙妮和大美女紧随其后，嘴里念叨着马上就能获得大量的积分。就在我们顺着楼梯螺旋向下之际，一颗巨石猛然占据了我们的视野。色提大喝一声，交给我来。下一刻双手凝聚出法力长剑，仅仅只是一击，刚刚的巨石便就被一刀两断。色提自信满满，他将在这里向所有人展示近战魔法的强大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落后我太多。闻言的我刚想夸奖色提2句，一股极致的杀意猛然从我背后袭来，我一个侧身堪堪躲过，没想到竟是从暗处射来的箭矢。随后我瞬间抱起凝聚出法力长剑，一剑斩出便就将箭矢悉数斩落。这一幕让色提很是震惊，不禁感叹我的洞察力和反应力都是怪物级别的存在。下一刻色提突然发现前方一个战利品宝箱，就在色提准备探手开启宝箱之际，一道神秘的魔法印记突然笼罩住宝箱，下一刻宝箱竟是出现在了米芙妮的手中。没想到这魔法印记是米芙妮的能力，而她也因此获得了15积分。闻此色提很是愤怒，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可片刻之后色提恢复了冷静，毕竟这是联合训练所允许的规则。随后我跟色提再次开始探索地下城，突然一道巨墙猛然朝我们砸下，色提果断出手一拳将巨墙轰碎，不曾想却意外发现巨墙之后有个宝箱。就在色提即将开启宝箱之际，米芙妮的印记再次显现在宝箱之上，下一刻米芙妮再次获得了宝箱，而她的分数也因此上升到30点。可怜的色提就这么看着战利品被夺走。片刻之后色提开始对地下城怪物出手，没想到米芙妮的印记再次出现，竟是强行将色提的怪物抢到手，而我也看清了他的魔法印记释放原理，只要印记出现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个魔法圈，米芙妮通过魔法圈可以随时随地传送，伴随着怪物轰然倒地彻底失去气息。米芙妮的分数高达40分，而色提现在还是0分。大美女趁着这个空袭收割掉3名怪物的生命，此时米芙妮还不忘记嘲讽色提一番，她认可色提的蛮力，可以色提的速度永远也追不上自己的脚步。闻言的色提气得咬牙切齿，可我却站了出来制止了色提的暴走。我直言米芙妮的方法过于恶劣，毫无疑问这就是在盗窃色提的劳动成果。米芙妮给予了肯定，但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强者为尊，如果你也能做到的话，我欢迎你来抢夺我的劳动成果。可我并没有理会米芙妮，此刻我在意的是边上的大美女，这家伙似乎对分数没有什么执念。片刻之后我们一同推进前往地下城深处，当然在这期间我跟色提并没有获得多少分数。这时我猛然发现这个房间不太一样，可米芙妮已经将自己的印记烙上宝箱，但她丝毫没注意到宝箱之上摄人的魔镜。
气。就在他准备开启宝箱之际，我大喝一声，试图阻止他的动作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摄人的魔气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。一只漆黑的巨爪猛然探出宝箱，对方赫然是另一个层面的怪物。为了让我的龙拳威力最大化，我给双手双脚戴上了重力环，开始训练。伴随着我将重力环卸下来，我的实力让所有人为之震惊。就在刚刚，米芙妮开启了隐藏宝箱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家伙会出现在这里。主管死亡的恶魔，亡灵之主。相传亡灵之主的鬼火会让人陷入幻境，这时亡灵之主竟是发出了嘶哑的声音：小子，你打扰了我的睡眠，那就用你的生命来偿还吧。闻言的色提很是震惊，这是他遇到的第一只会说话的怪物。下一刻，我具现出法力长剑，并示意色提将受伤的米芙妮带走。可色提却否定了我的建议，他更看重击杀亡灵之主带来的积分。没想到色提的想法竟跟我想到一块去。另一边，亡灵之主大喝一声，开始咏唱魔法阵，而他的目标赫然是已经昏死的米芙妮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高高跃起，挡在米芙妮面前，长剑一挥，挡下了亡灵之主势在必得的一击。而色提扬起巨拳，对着亡灵之主就是一个冲锋。只见亡灵之主缓缓抬起左手，对着前方一指。片刻之后，一个魔法阵猛然占据了色提的视野，轰的一声响，冲击波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好在色提双手格挡胸前，形成防御罩，这才在冲击波下幸存了下来。紧接着，亡灵之主大喝一声：“消失吧！”无数的魔法阵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没想到对方的实力竟是恐怖如斯，这种程度的攻击，亡灵之主绝对达到了4星级怪物级别。正当我致力于击散眼前的魔法阵之际，一个漏单的魔法阵竟是出现在米芙妮跟前。闻此，我大声呼喊着米芙妮，试图喊醒她。恰逢此时，一把法力长剑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原来是色提赶了过来，一刀将魔法阵斩碎。片刻之后，米芙妮恢复意识，睁开双眼。色提不计前嫌，伸出手示意米芙妮加入战斗。伴随着两人的手掌握在一块，之前抢积分的不愉快经历一笔勾销。另一边，两个魔法阵出现在大美女的上方。下一刻，冲击波急射而出，从死角攻向大美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把扑倒大美女，将其救下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询问到大美女有没有事。闻此，大美女对着我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，并向我表达真诚的感谢。可这笑容却让我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。另一边，色提手持法力长剑，疯狂斩击着魔法阵。眼看时机成熟，我示意色提是时候使用那一招了。色提肯定了我的建议，他一直都在等这一刻的到来。闻言的米芙妮压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，他正密谋着抢夺分数然后离开，可却引起了色提的注意。色提不禁怀疑米芙妮在密谋着坏事。闻此，米芙妮双手作揖摆明态度，他扬言可不敢对救命恩人行不轨之事。可没人知道这家伙骨子里的坏是改变不了的。然而色提自信满满，他扬言这次不会让米芙妮抢到任何分数。另一边，我抚摸着脚上的重力环，心潮澎湃。在这之前，我的龙拳因力量不够无法秒杀掉雷欧，而罗伯特老师给予了我们提升力量的方法，就是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重力环。一旦习惯了穿戴，等到摘下之后，自己的力量就会成倍的增加。这种古老的训练方法虽然极端，但是效果显著。闻言的我和色提给予了肯定，这无疑是最适合我们的训练方式。伴随着我将手腕上的重力环取下，竟是让地面皲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闻此，米芙妮当即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没想到他们之前竟是带着重力环在战斗。另一边，亡灵之主再次凝结出6个魔法阵，伴随着亡灵之主抬手向前一挥，威力巨大的冲击波席卷而出。闻此，我跟色提直接放弃防御，全力冲刺。我将魔力凝聚于拳头之上，全力轰出，仅仅只是一击便将冲击波轰成碎渣。另一边，色提已然欺进亡灵之主跟前，而这一次色提将魔力凝聚于双脚之上，一击便将亡灵之主踹得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。下一刻，亡灵之主猛然抓住色提的脚，另一只手瞬间凝聚出一个巨大的魔法阵。可色提并没有理会，只因被近战法师近身就意味着战斗结束。恰逢此时，我也欺进亡灵之主身前。就在魔法阵释放出冲击波之际，我跟色提的攻击同时落到了亡灵之主的头顶之上。闻此，米芙妮震惊的呆愣在原地，他没想到近战法师的战斗方式如此彪悍。片刻之后，冲击波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跟色提双双后撤离开，而亡灵之主的头颅已经跟身体分离，我跟色提也因此获得了50点积分。闻此，米芙妮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没想到他们竟是隐藏了如此恐怖的实力。片刻之后，我想起了大美女刚刚好像受了伤，待我回头却发现大美女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。恰逢此时，地面皲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米芙妮竟是因此掉入了裂缝之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抓住了掉落的米芙妮，随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裂缝之下竟是暗藏玄机，密密麻麻的亡灵生物猛然占据了我们的视野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事情竟是发展到这种地步。龙拳在手的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幕后黑手竟会是大美女。原来大美女根本就不是米芙妮的同伴，他们只不过是昨天才认识的而已。就在刚刚，一群亡灵生物占据了我们的视野，可我发现普通的攻击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。随后我示意米芙妮攻击亡灵生物的头部，但我们击败亡灵生物却没有得到任何积分。原来亡灵生物身首分离，还未失去气息，没想到他们竟是被神秘的黑暗力量操纵，完全没有痛觉，并且能够无限复活。这种级别的怪物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才对。紧接着我感受到了地底传来了魔力的波动，闻言的色提一马当先朝着地底发动冲
冲锋。下一刻，我示意米芙妮跟上我们，毕竟他在这里也没法获得任何积分。要知道，之前的积分都是从色体手中抢夺而来的。不待米芙妮做出反应，我已然跃入深坑，前往地底。此刻，亡灵生物逐步靠近米芙妮，当即就把她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伴随着我们不断肃清挡路的亡灵生物，我清楚地感知到魔力波动就在前方不远处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魔力波动的源头竟是眼球怪物。就在我具现出法力长剑准备了结他之际，米芙妮竟是密谋着抢夺下怪物的首杀，可却被色提无情的肘击强行打断，而我也因此顺利击杀了眼球怪物，并获得了10点积分。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击败的亡灵生物都会有分数。闻言的色提自信满满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反观米芙妮却恐惧的连武器都拿不稳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此刻的我只关心大美女到底跑哪去了。闻言的米芙妮推测大美女害怕逃跑了，可我否定了米芙妮的看法。就连亡灵之主出现的时候，大美女也没有任何的恐惧。看着身后眼球怪物的残骸，我不禁怀疑魔神撒旦的黑暗使徒也参与其中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另一边的蕾拉的处境不容乐观。恰逢此时，越来越多的亡灵生物冲了过来，闻此色提火力全开，这些在他眼里可都是积分。片刻之后，亡灵生物被我们3人肃清，而我手环里的分数高达225分，色提也破了200大关，斩获210分，而米芙妮仅仅只有125分而已。没想到米芙妮竟是准备强行传送出地下城，但我清楚地记得大美女是米芙妮的同伴才对。可米芙妮却否定了我的看法，她跟大美女昨天才刚刚认识。下一刻，米芙妮赫然发现手环的强制传送失效，既然如此，也只能结伴而行寻找出口。这时我再次感知到熟悉的魔力波动。就在我示意大伙前往探索寻找大美女之际，好兄弟色提当即就表示要跟我患难与共。可米芙妮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应该先跟带队老师汇报情况才对，但我并没有理会。虽然很微弱，但我感知到了大美女的魔力，故此我示意米芙妮可以先行离开。可米芙妮清楚自己的战斗能力，很显然跟着我们才是最安全的。这时色提给了米芙妮一个台阶下，邀请她寻找大美女，最后再一起离开。闻言的米芙妮当即就顺着杆子往下爬，可紧接着一股摄人的寒意扑面而来，就连色提都感觉到空气变稀薄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诡异的声音充斥整片空间。色提一马当先开始寻找声音的源头，可下一刻色提却震惊的呆愣在原地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大美女的身影。想到我终究还是错怪了大美女，她之所以会变成这恐怖的模样，全都是藏在耳环里的魔气导致。身为同学的我必须把她带出去才行，不曾想却遭遇了地下城的隐藏大宝双头九头蛇。就在不久前我们刚找到大美女的时候，她正处于漆黑的魔法阵中向我们发出呼救。之前的纤纤玉手早已枯萎成了皮包骨，而左眼球更是完全空洞，失去了生机。故此我出言阻止了色提触碰大美女，只因这个地下城里没有陷阱激活的痕迹，我猜测肯定是黑魔法道具引发的魔法阵，而这必须要用对应的魔法才能破阵。伴随着我的法力长剑斩击在魔法阵之上，耀眼的光芒席卷开来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片刻之后，大美女挣脱束缚，一把扑到我怀里来，而我惊奇地发现这一切竟是她耳环所导致。米芙妮震惊的呆愣在原地不动，并请示我下一步的行动。我一把背起失去意识的大美女，当务之急还是先离开地下城要紧。随后我示意米芙妮检查下手镯的强行传送功能，可任凭米芙妮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她不禁疑惑带队老师给的这玩意是残次品。念及此，我赶忙按了一下大美女的手，没有任何意外，也是毫无反应。这时色提的声音猛然响起，他示意我们必须要离开现在这个位置。话音刚落，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色提一个迸发充当开路先锋，近战魔法作用于拳头之上大开大合，可米芙妮却是当场止住了前冲的趋势，只因身前的路瞬间被落石死死挡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色提杀了回来，一拳就将挡路的落石轰成了渣。片刻之后，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的路径是完全被落石给挡住。另一边，蕾拉正带着其他同学展开救援。就在他们漫无目的寻找被困同学之际，一个呼救的声音从侧面传来。待到他们将挡路的落石搬开后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只伤痕累累的手。好在蕾拉胸针治疗魔法加持下，受伤的同学这才慢慢恢复了生机。然而另一边的我们迎来了巨大危机，密闭的空间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为今之计只有深入地下才能自救。可大美女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已经不行了，就连米芙妮也无法给予我足够的帮助，故此我决定一个人前往地底深处，只因地震很有可能是隐藏 BOSS 苏醒导致。随后我示意色提留在这里保护两人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沿途我会留下记号以备不时之需，毕竟手环的失效很可能也跟 BOSS 苏醒有关。很快我顺着楼梯一步步螺旋向下，越来越多的亡灵生物占据了我的视野。这时候我开始憧憬自己要是拥有火元素，兴许处理起这些亡灵生物会更加得心应手。毕竟近战魔法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元素属性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将亡灵生物一一抹杀。我更是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在我体内慢慢觉醒。另一边色提不停挖掘着眼前的落石，连番的体力活饶是他也扛不住长吁一口气。这时米芙妮终于认可了近战魔法，现如今自己瘫在地上无力起身，而色提竟还能生龙活虎的完成自救。想到这，米芙妮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空间魔法来，这东西真的有学下去的必要吗？恰逢此时，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米芙妮：“有人在里面吗？”闻言的色提当即扯开嗓门进行呼救，没想到前来救援的竟是蕾拉。不过蕾拉一听到色提的声音，第一时间就是询问我的处境如何，可色提却遗憾地表示：“我自己一个人前往地底深处寻找出口啊。”画面一转，我手持法力长剑持续往下深入，很快来到最底层地下城的中心地带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条光亮的通道。正当我准备前往寻找出路之际，身后竟是传来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。下一刻，地面龟裂，
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高高跃起躲开攻击，紧接着我一个后撤拉开距离，可眼前之物竟让我萌生了退意。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双头九头蛇。曾经的九头蛇竟然只有2个头，只因九头蛇的身体本已经腐败，可却被有心人士强行复活，但能力有限，只具现出双头九头蛇的模样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只因双头九头蛇不讲武德，用毒液攻击，伴随着毒液逐渐蔓延过来，我猛吸一口气进入战斗状态，只有尽快解决掉双头九头蛇才能活命。可双头九头蛇并不准备放过我，张开那血盆大口对着我就是一发啃咬，念及此，我一个侧身躲过，扬起法力长剑对着一个头就是一发斩击，可却迎来了另一个头的穷追猛打。秉承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，我提着长剑拼了命的远离，一旦晚了半步，对方喷射的毒液能把我秒成渣，可普通的攻击手段却没有效果，对方的头骨实在硬得不行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瞄准他的软肋，打蛇打7寸，伴随着法力长剑挥出，双头九头蛇第一个头应声倒地，闻此另一个头急火攻心，张口就是一发毒液喷射朝我袭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可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，幸运的是并没有伤到我的身体。这时双头九头蛇断掉的那个头正疯狂蠕动着，下一刻竟是又长出了一个新的头颅来，看来对方已经继承了不死族的重生能力，只有同时砍掉2个头才能结束他的生命。可这对现在的我终究还是太吃力了。在这之前，我曾尝试过凝聚出2个法力长剑，但第2把法力长剑总是在最后关头溃散。就在我为此而焦躁不安之际，罗伯特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他示意我现在想要凝聚2把法力长剑还早了点，即便自己也是到20岁才达到这一步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首当其冲的便是学会控制自身的法力。在那之后，我开始按照罗伯特的方法修炼，而现在我已经能够顺利凝聚出第2把法力长剑来。伴随着我将法力凝聚于左手之上，法力长剑完全成型巨现而出，紧接着我右手持剑对着双头九头蛇就是一发斩击，仅只是一击，双头九头蛇发出震天巨吼，可我并不准备放过它，直接将它劈成2半，但我也因此失去了平衡。这时一条巨尾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无奈之下我完全承受住了这一击，空中转体2周半卸力后平稳落地。可我意外的发现自己法力损耗的很大，果然还是毒液的缘故吗？疲于应对毒液损耗了我一部分法力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速战速决结束掉这一切，必须同时斩落2个头才能取胜。念及此，我猛吸了一口气进入战斗状态，2柄法力长剑齐出，目标直指双头九头蛇。伴随着我缓缓落地，双头九头蛇已然被我斩成9981段，可我的手却颤抖不已，看来双刀流的训练还需要加强才行。这时边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鼓掌声，原来双头九头蛇竟是这人创造出来的，而他赫然是学校傀儡部的代表眼镜男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是魔神撒旦的黑暗使徒。大美女会变成那个样子，全都是眼镜男的杰作。在这之前，大美女想要成为眼镜男的盟友，故此眼镜男将计就计，同意了大美女的邀请，并送给了她一副耳环，也就是那副耳环让大美女变成了不死。闻听此言的我猛然握紧了拳头，我定会让眼镜男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为了证明近战魔法更强，我立誓用这双拳头打出一片天。可对手只是推了一下眼镜架，竟就轻松化解了我全力的一拳，甚至还有余力控制冰块朝我发动攻击。但我在对抗双头九头蛇时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尽管我战斗意识出众，却还是落入了下风。好在我也通过短暂的交锋发现了一丝端倪，就在我攻击即将命中眼镜男的那一刻，对方竟是在原地留下了一具寒冰分身，而他的真身赫然闪现至不远处的魔法圈里。伴随着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不曾想之前激战双头九头蛇的毒液发作，我无力瘫倒在地，就连站起身来都是一种奢求。可眼镜男并不准备放过我，甚至要把我转化成不死不朽的亡灵。生死存亡之际，我右手微曲尝试着凝聚出法力长剑，可势在必得的一击却只是打中寒冰分身而已。紧接着我一个后撤步猛然拉开距离，随后提剑对着边上即将显现的魔法圈就是一个冲锋。就在眼镜男完全显现出来的那一刻，我那20米的法力长剑早已饥渴难耐，当即就把眼镜男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仅只是一击，眼镜男的手臂应声而断。他怎么也没想到我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看穿自己的战斗方式。可下一秒，眼镜男却是露出狰狞的冷笑，刚刚断掉的手臂过了2秒半又重新长了出来。后知后觉的我这才知道，眼镜男本身也是一个亡灵不死族。闻此，眼镜男给予了肯定，这可是濒临死亡之际上帝赐予的永生力量。念及此，我很是震惊，眼镜男口中的上帝想必就是魔神撒旦了。看来用常规的方法已经无法对眼镜男奏效，我必须尽快找到打破局面的方法才行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熟悉的魔法波动传来，闻此我又增添了几分底气，只要那个男人到来，必定能拿下一城。可眼镜男并不准备放过我，大手一挥便就开始了不死族转化仪式。紧接着那晦涩难懂的咒语脱口而出，生死存亡之际，一块石头凭空出现，强行打断了眼镜男对我的施法。而摆脱束缚后的我重拳出击，不曾想晚了一步，只是击中眼镜男的寒冰分身而已。但我也趁着这个机会一个后撤步离开魔法圈。果然刚刚出手的男人就是色提，刚刚就是感知到色提的气息，我才放手一搏，原来竟是蕾拉将困住的色提等人救了出来。没想到蕾拉不知不觉已经能够独当一面，而色提因为放心不下我，又深入底下寻找我，这才造就
就了刚刚救下我的名场面。恰逢此时，眼镜男的声音传来：“色提，你的出现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”闻言的色提很是震惊，没想到曾经的伙伴竟是不死族，这样子的人坚决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紧接着，我将眼镜男的战斗方式告知了色提，一旦对方受到攻击，就会变成冰碎片反击，然后他的身体会传送到魔法圈出现的位置。随后，色提负责攻击，逼出眼镜男的寒冰分身，而我守在魔法圈处，给予眼镜男致命一击。伴随着我势在必得的一拳轰出，眼镜男的身体瞬间支离破碎，巨大的冲击波席卷全场，扬起滚滚浓烟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的拳头竟是因为刚刚那一击鲜血直流，但眼镜男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伤，就连肋骨都裸露在外。可我的身体也在这一刻到达了极限。不曾想，眼镜男却从脑子里拿出一颗珠子，紧接着将珠子打进双头九头蛇的尸体里，摄人的威压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当即就把色提震惊的呆愣在原地。眼镜男竟是跟双头九头蛇合为一体，可怜的我无力瘫倒在地，就连站起身来都是一种奢求。突然，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占据了我的视野，生死存亡之际，我想起了校长教我的理论知识，精神魔法本质就是吸收另一个灵魂，来达到增强自己身体的目的。而为了学会精神魔法，必须达到空明的状态，甚至不需要动脑筋，只需要感受就行。这一刻，我终于进入了空明的状态，感受到了火焰的灵魂。伴随着我将千疮百孔的手伸向火焰灵魂，试图借用火焰的力量之际，身体内一个陌生的声音猛然响起：“闭嘴！”待我恢复意识，已经来到了一处陌生的空间，而且我能确定这里肯定不是亡灵地下城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那个陌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小子，你是在找我吗？”原来这就是校长口中那自然界的灵魂。为了让我的龙拳威力最大化，我给双手双脚戴上了重力环，开始训练。伴随着我将重力环卸下来，我的实力让所有人为之震惊。就在刚刚，米芙妮开启了隐藏宝箱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家伙会出现在这。主管死亡的恶魔，亡灵之主。相传亡灵之主的鬼火会让人陷入幻境，这时亡灵之主竟是发出了嘶哑的声音：“小子，你打扰了我的睡眠，那就用你的生命来偿还吧。”闻言的色提很是震惊，这是他遇到的第一只会说话的怪物。下一刻，我具现出法力长剑，并示意色提将受伤的米芙妮带走。可色提却否定了我的建议，他更看重击杀亡灵之主带来的积分。没想到色提的想法竟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另一边，亡灵之主大喝一声，开始咏唱魔法阵，而他的目标赫然是已经昏死的米芙妮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高高跃起，挡在米芙妮面前，长剑一挥，挡下了亡灵之主势在必得的一击。而色提扬起巨拳，对着亡灵之主就是一个冲锋。只见亡灵之主缓缓抬起左手，对着前方一指。片刻之后，一个魔法阵猛然占据了色提的视野，轰的一声响，冲击波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好在色提双手格挡胸前，形成防御罩，这才在冲击波下幸存了下来。紧接着，亡灵之主大喝一声：“消失吧！”无数的魔法阵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没想到对方的实力竟是恐怖如斯，这种程度的攻击，亡灵之主绝对达到了4星级怪物级别。正当我致力于击散眼前的魔法阵之际，一个漏单的魔法阵竟是出现在米芙妮跟前。闻此，我大声呼喊着米芙妮，试图喊醒她。恰逢此时，一把法力长剑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原来是色提赶了过来，一刀将魔法阵斩碎。片刻之后，米芙妮恢复意识，睁开双眼。色提不计前嫌，伸出手示意米芙妮加入战斗。伴随着两人的手掌握在一块，之前抢积分的不愉快经历一笔勾销。另一边，两个魔法阵出现在大美女的上方，下一刻冲击波急射而出，从死角攻向大美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把扑倒大美女，将其救下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询问到大美女有没有事。闻此，大美女对着我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，并向我表达真诚的感谢。可这笑容却让我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。另一边，色提手持法力长剑，疯狂斩击着魔法阵。眼看时机成熟，我示意色提是时候使用那一招了。色提肯定了我的建议，他一直都在等这一刻的到来。闻言的米芙妮压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，他正密谋着抢夺分数然后离开，可却引起了色提的注意。色提不禁怀疑米芙妮在密谋着坏事。闻此，米芙妮双手作揖摆明态度，他扬言可不敢对救命恩人行不轨之事，可没人知道这家伙骨子里的坏事改变不了的。然而色提自信满满，他扬言这次不会让米芙妮抢到任何分数。另一边，我抚摸着脚上的重力环，心潮澎湃。在这之前，我的龙拳因力量不够无法秒杀掉雷欧，而罗伯特老师给予了我们提升力量的方法，就是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重力环。一旦习惯了穿戴，等到摘下之后，自己的力量就会成倍的增加。这种古老的训练方法虽然极端，但是效果显著。闻言的我和色提给予了肯定，这无疑是最适合我们的训练方式。伴随着我将手腕上的重力环取下，竟是让地面皲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闻此，米芙妮当即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没想到他们之前竟是带着重力环在战斗。另一边，亡灵之主再次凝结出6个魔法阵，伴随着亡灵之主抬手向前一挥，威力巨大的冲击波席卷而出。闻此，我跟色提直接放弃防御，全力冲刺。我将魔力凝聚于拳头之上，全力轰出，仅仅只是一击便将冲击波轰成碎渣。另一边，色提已然欺进亡灵之主跟前，而这一次色提将魔力凝聚于双脚之上，一击便将亡灵之主踹得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。下一刻，亡灵之主猛然抓住色提的脚，另一只手瞬间凝聚出一个巨大的魔法阵。可色提并没有理会，只因被近战法师近身就意味着战斗结束。恰逢此时，我也欺进亡灵之主身前。就在魔法阵释放出冲击波之际，我跟色提的攻击同时落到了亡灵之主的头顶之上。闻此，米芙妮震惊的呆愣在原地，他没想到近战法师的战斗方式如此
彪悍。片刻之后，冲击波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跟色提双双后撤离开，而亡灵之主的头颅已经跟身体分离，我跟色提也因此获得了50点积分。闻此，米芙妮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没想到他们竟是隐藏了如此恐怖的实力。片刻之后，我想起了大美女刚刚好像受了伤，待我回头却发现大美女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。恰逢此时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米芙妮竟是因此掉入了裂缝之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抓住了掉落的米芙妮。随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裂缝之下竟是暗藏玄机，密密麻麻的亡灵生物猛然占据了我们的视野。可我发现普通的攻击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。随后我示意米芙妮攻击亡灵生物的头部，但我们击败亡灵生物却没有得到任何积分。原来亡灵生物身首分离，还未失去气息，没想到他们竟是被神秘的黑暗力量操纵，完全没有痛觉，并且能够无限复活。这种级别的怪物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才对。紧接着我感受到了地底传来了魔力的波动，闻言的色提一马当先朝着地底发动冲锋。下一刻我示意米芙妮跟上我们，毕竟他在这里也没法获得任何积分。要知道之前的积分都是从色提手中抢夺而来的。不待米芙妮做出反应，我已然跃入深坑前往地底。此刻亡灵生物逐步靠近米芙妮，当即就把他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伴随着我们不断肃清挡路的亡灵生物，我清楚地感知到魔力波动就在前方不远处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魔力波动的源头竟是眼球怪物。就在我具现出法力长剑准备了结他之际，米芙妮竟是密谋着抢夺下怪物的手刹，可却被色提无情的肘击强行打断，而我也因此顺利击杀了眼球怪物，并获得了10点积分。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击败的亡灵生物都会有分数。闻言的色提自信满满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反观米芙妮却恐惧的连武器都拿不稳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此刻的我只关心大美女到底跑哪去了。闻言的米芙妮推测大美女害怕逃跑了，可我否定了米芙妮的看法。就连亡灵之主出现的时候，大美女也没有任何的恐惧。看着身后眼球怪物的残骸，我不禁怀疑魔神撒旦的黑暗使徒也参与其中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另一边的蕾拉的处境不容乐观。恰逢此时，越来越多的亡灵生物冲了过来。闻此，色提火力全开，这些在他眼里可都是积分。片刻之后，亡灵生物被我们3人肃清，而我手环里的分数高达225分，色提也破了200大关，斩获210分，而米芙妮仅只有125分而已。没想到米芙妮竟是准备强行传送出地下城，但我清楚地记得大美女是米芙妮的同伴才对。可米芙妮却否定了我的看法，她跟大美女昨天才刚刚认识。下一刻，米芙妮赫然发现手环的强制传送失效，既然如此，也只能结伴而行寻找出口。这时我再次感知到熟悉的魔力波动。就在我示意大伙前往探索寻找大美女之际，好兄弟色提当即就表示要跟我患难与共。可米芙妮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应该先跟带队老师汇报情况才对，但我并没有理会。虽然很微弱，但我感知到了大美女的魔力，故此我示意米芙妮可以先行离开。可米芙妮清楚自己的战斗能力，很显然跟着我们才是最安全的。这时色提给了米芙妮一个台阶下，邀请她寻找大美女，最后再一起离开。闻言的米芙妮当即就顺着杆子往下爬，可紧接着一股摄人的寒意扑面而来，就连色提都感觉到空气变稀薄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诡异的声音充斥整片空间。色提一马当先开始寻找声音的源头，可下一刻色提却震惊的呆愣在原地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大美女的身影。没想到我终究还是错怪了大美女，她之所以会变成这恐怖的模样，全都是藏在耳环里的魔气导致。身为同学的我必须把她带出去才行，不曾想却遭遇了地下城的隐藏大魔，双头9头蛇。就在不久前我们刚找到大美女的时候，她正处于漆黑的魔法阵中向我们发出呼救。之前的纤纤玉手早已枯萎成了皮包骨，而左眼球更是完全空洞，失去了生机。故此我出言阻止了色提触碰大美女。只因这个地下城里没有陷阱激活的痕迹，我猜测肯定是黑魔法道具引发的魔法阵，而这必须要用对应的魔法才能破阵。伴随着我的法力长剑斩击在魔法阵之上，耀眼的光芒席卷开来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片刻之后，大美女挣脱束缚，一把扑到我怀里，而我惊奇地发现这一切竟是她耳环所导致。米芙妮震惊地呆愣在原地不动，并请示我下一步的行动。我一把背起失去意识的大美女，当务之急还是先离开地下城要紧。随后我示意米芙妮检查下手镯的强行传送功能，可任凭米芙妮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她不禁疑惑带队老师给的这玩意是残次品。便及此，我赶忙按了一下大美女的手，没有任何意外，也是毫无反应。这时色提的声音猛然响起，他示意我们必须要离开现在这个位置。话音刚落，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色提一个迸发充当开路先锋，近战魔法作用于拳头之上，大开大合。可米芙妮却是当场止住了前冲的趋势，只因身前的路瞬间被落石死死挡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色提杀了回来，一拳就将挡路的落石轰成了渣。片刻之后，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的路径是完全被落石给挡住。另一边，蕾拉正带着其他同学展开救援。就在他们漫无目的寻找被困同学之际，一个呼救的声音从侧面传来。待到他们将挡路的落石搬开后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只伤痕累累的手。好在蕾拉胸针治疗魔法加持下，受伤的同学这才慢慢恢复了生机。然而另一边的我们迎来了巨大危机，密闭的空间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为今之计只有深入地下才能自救。可大美女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已经不行了，就连米芙妮也无法给予我足够的帮助，故此我决定一个人前往地底深处，只因地震很有可能是隐藏 BOSS 苏醒导致。随后我示意色提留在这里保护2人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沿途我会留下记号以备不时之需，毕竟手环的失效很可能也跟 BOSS 苏醒有关。很快我顺
顺着楼梯一步步螺旋向下，越来越多的亡灵生物占据了我的视野。这时候我开始憧憬自己要是拥有火元素，兴许处理起这些亡灵生物会更加得心应手。毕竟近战魔法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元素属性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将亡灵生物一一抹杀。我更是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在我体内慢慢觉醒。另一边色提不停挖掘着眼前的落石，连番的体力活饶是他也扛不住长吁一口气。这时米芙妮终于认可了近战魔法，现如今自己瘫在地上无力起身，而色提竟还能生龙活虎的完成自救。想到这，米芙妮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空间魔法来，这东西真的有学下去的必要吗？恰逢此时，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米芙妮：“有人在里面吗？”闻言的色提当即扯开嗓门进行呼救，没想到前来救援的竟是蕾拉。不过蕾拉一听到色提的声音，第一时间就是询问我的处境如何，可色提却遗憾地表示：“我自己一个人前往地底深处寻找出口了。”画面一转，我手持法力长剑持续往下深入，很快来到最底层地下城的中心地带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条光亮的通道。正当我准备前往寻找出路之际，身后竟是传来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。下一刻，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高高跃起，躲开攻击。紧接着，我一个后撤拉开距离，可眼前之物竟让我萌生了退意。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双头九头蛇。曾经的九头蛇竟然只有2个头，只因九头蛇的身体本已经腐败，可却被有心人士强行复活，但能力有限，只具现出双头九头蛇的模样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只因双头九头蛇不讲武德，用毒液攻击，伴随着毒液逐渐蔓延过来，我猛吸一口气进入战斗状态，只有尽快解决掉双头九头蛇才能活命。可双头九头蛇并不准备放过我，张开那血盆大口对着我就是一发啃咬。念及此，我一个侧身躲过，扬起法力长剑对着一个头就是一发斩击，可却迎来了另一个头的穷追猛打。秉承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，我提着长剑拼了命的远离，一旦晚了半步，对方喷射的毒液能把我秒成渣，可普通的攻击手段却没有效果。对方的头骨实在硬得不行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瞄准他的软肋，打蛇打7寸。伴随着法力长剑挥出，双头九头蛇第一个头应声倒地，闻此另一个头急火攻心，张口就是一发毒液喷射朝我袭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可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幸运的是，并没有伤到我的身体。这时双头九头蛇断掉的那个头正疯狂蠕动着，下一刻竟是又长出了一个新的头颅来。看来对方已经继承了不死族的重生能力，只有同时砍掉2个头才能结束他的生命。可这对现在的我终究还是太吃力了。在这之前，我曾尝试过凝聚出2个法力长剑，但第2把法力长剑总是在最后关头溃散。就在我为此而焦躁不安之际，罗伯特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他示意我现在想要凝聚2把法力长剑还早了点，即便自己也是到20岁才达到这一步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首当其冲的便是学会控制自身的法力。在那之后，我开始按照罗伯特的方法修炼，而现在我已经能够顺利凝聚出第2把法力长剑来。伴随着我将法力凝聚于左手之上，法力长剑完全成型巨现而出。紧接着我右手持剑对着双头九头蛇就是一发斩击，仅只是一击，双头九头蛇发出震天巨吼，可我并不准备放过他，直接将他劈成2半，但我也因此失去了平衡。这时一条巨尾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无奈之下我完全承受住了这一击，空中转体2周半卸力后平稳落地。可我意外地发现自己法力损耗的很大，果然还是毒液的缘故吗？疲于应对毒液损耗了我一部分法力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速战速决结束掉这一切，必须同时斩落2个头才能取胜。念及此，我猛吸了一口气进入战斗状态，2柄法力长剑齐出，目标直指双头九头蛇。伴随着我缓缓落地，双头九头蛇已然被我斩成9981段，可我的手却颤抖不已。看来双刀流的训练还需要加强才行。这时边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鼓掌声，原来双头九头蛇竟是这人创造出来的，而他赫然是学校傀儡部的代表眼镜男。没想到他竟然也是魔神撒旦的黑暗使徒。大美女会变成那个样子，全都是眼镜男的杰作。在这之前，大美女想要成为眼镜男的盟友，故此眼镜男将计就计，同意了大美女的邀请，并送给了她一副耳环，也就是那副耳环让大美女变成了不死。闻听此言的我猛然握紧了拳头，我定会让眼镜男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为了证明近战魔法更强，我立誓用这双拳头打出一片天。可对手只是推了一下眼镜架，竟就轻松化解了我全力的一拳，甚至还有余力控制冰块朝我发动攻击。但我在对抗双头九头蛇时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尽管我战斗意识出众，却还是落入了下风。好在我也通过短暂的交锋发现了一丝端倪，就在我攻击即将命中眼镜男的那一刻，对方竟是在原地留下了一具寒冰分身，而他的真身赫然闪现至不远处的魔法圈里。伴随着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不曾想之前激战双头九头蛇的毒液发作，我无力瘫倒在地，就连站起身来都是一种奢求。可眼镜男并不准备放过我，甚至要把我转化成不死不朽的亡灵。生死存亡之际，我右手微曲尝试着凝聚出法力长剑，可势在必得的一击却只是打中寒冰分身而已。紧接着我一个后撤步猛然拉开距离，随后提剑对着边上即将显现的魔法圈就是一个冲锋。就在眼镜男完全显现出来的那一刻，我那20米的法力长剑早已饥渴难耐，当即就把眼镜男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仅只是一击，眼镜男的手臂应声而断。他怎么
也没想到，我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看穿自己的战斗方式。可下一秒，眼镜男却是露出狰狞的冷笑，刚刚断掉的手臂过了2秒半又重新长了出来。后知后觉的我这才知道，眼镜男本身也是一个亡灵不死族。闻此，眼镜男给予了肯定，这可是濒临死亡之际上帝赐予的永生力量。念及此，我很是震惊。眼镜男口中的上帝想必就是魔神撒旦，看来用常规的方法已经无法对眼镜男奏效，我必须尽快找到打破局面的方法才行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熟悉的魔法波动传来，闻此我又增添了几分底气，只要那个男人到来，必定能拿下一城。可眼镜男并不准备放过我，大手一挥便就开始了不死族转化仪式。紧接着那晦涩难懂的咒语脱口而出，生死存亡之际，一块石头凭空出现，强行打断了眼镜男对我的施法。而摆脱束缚后的我重拳出击，不曾想晚了一步，只是击中眼镜男的寒冰分身而已。但我也趁着这个机会一个后撤步离开魔法圈。果然，刚刚出手的男人就是色提，刚刚就是感知到色提的气息，我才放手一搏。原来竟是蕾拉将困住的色提等人救了出来。没想到蕾拉不知不觉已经能够独当一面，而色提因为放心不下我，又深入底下寻找我，这才造就了刚刚救下我的名场面。恰逢此时，眼镜男的声音传来：“色提，你的出现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”闻言的色提很是震惊，没想到曾经的伙伴竟是不死族，这样子的人坚决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紧接着，我将眼镜男的战斗方式告知了色提，一旦对方受到攻击，就会变成冰碎片反击，然后他的身体会传送到魔法圈出现的位置。随后，色提负责攻击，逼出眼镜男的寒冰分身，而我守在魔法圈处，给予眼镜男致命一击。伴随着我势在必得的一拳轰出，眼镜男的身体瞬间支离破碎，巨大的冲击波席卷全场，扬起滚滚浓烟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的拳头竟是因为刚刚那一击鲜血直流，但眼镜男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伤，就连肋骨都裸露在外。可我的身体也在这一刻到达了极限。不曾想，眼镜男却从脑子里拿出一颗珠子，紧接着将珠子打进双头九头蛇的尸体里，摄人的威压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当即就把色提震惊的呆愣在原地。眼镜男竟是跟双头九头蛇合为一体，可怜的我无力瘫倒在地，就连站起身来都是一种奢求。突然，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占据了我的视野，生死存亡之际，我想起了校长教我的理论知识，精神魔法本质就是吸收另一个灵魂，来达到增强自己身体的目的。而为了学会精神魔法，必须达到空明的状态，甚至不需要动脑筋，只需要感受就行。这一刻，我终于进入了空明的状态，感受到了火焰的灵魂。伴随着我将千疮百孔的手伸向火焰灵魂，试图借用火焰的力量之际，身体内一个陌生的声音猛然响起：“闭嘴！”待我恢复意识，已经来到了一处陌生的空间，而且我能确定这里肯定不是亡灵地下城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那个陌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小子，你是在找我吗？”原来这就是校长口中那自然界的灵魂，不是你们认为的孙悟空，而是自然界掌管火焰的灵魂。但见我开口请求对方将力量借给我，可对方却是眼神一凝，面露凶光，发出狰狞的冷笑。炽热的烈焰席卷开来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烈焰的冲击波依旧灼热，但火焰灵魂并不准备放过我，他可不愿意听从一个小鬼的命令。但见火焰灵魂抬手操控起2块巨石，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束缚在原地，压根就不打算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。伴随着火焰灵魂大喝一声闭嘴，压住我的2块巨石竟是燃起了熊熊烈焰，还不待我开口解释什么，我便就被熊熊烈焰完全吞没。火焰灵魂自信满满，我难逃一劫，只因这里本是一片寒冷的世界，但在他烈焰的熏陶下早已变得炽热无比。可我真的不甘心就这么被烧死，我必须说服火焰灵魂借我力量才行。火焰灵魂对我还存有意识，很是震惊。正常来说，普通人早就该昏倒了才对，但见我胸口处显现出时间魔法的印记，竟是保护着我免受火焰的吞噬。然而火焰灵魂压根不想听我解释，他认为我跟之前的那伙人一样烦人，明明实力不强，却还妄想着征服世界。念及此，我赶忙改变了说辞，表示自己就是为了打败那伙人才来借力量。可火焰灵魂似乎没被我打动，竟是大喝一声，再次加大的火焰输出。生死存亡之际，我死死抵抗着火焰的侵蚀。不曾想火焰灵魂却是露出一抹微笑，但见一只手掌猛然抓住凸起的岩石，刚刚还被烈焰撕裂的身体瞬间恢复如初。原来这都是火焰灵魂对我的考验。我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得到了火焰灵魂的认可。在得知我能坚持到现在都是为了拯救朋友后，火焰灵魂刚想将自己的力量借给我，却意外的发现我已经失去了意识。但见火焰灵魂抬手朝我这边一指，竟是在我左手印上了独属于他的印记。与此同时，现实世界的色提陷入了险境。为了保护昏迷的我，色提直接用身体扛住了对方的攻击，但对方并不准备放过色提，单手拎着色提的衣领就准备给予致命一击。生死弥留之际，色提似乎看到了一束亮光，待到光芒散尽，我的身影猛然占据了色提的视野，而我的样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霎时间，我一个瞬身消失在了原地，在出现之时已然完成了火焰龙拳的蓄力，仅仅只是一击便就打出了成吨的伤害，一拳便将对方轰进墙里，抠都抠不下来。对方无力瘫倒在地呐喊着，他无法理解近战法师竟能使用火焰元素魔法，而且自己受伤的地方
恢复速度也在减慢。很显然，我的火焰并不是普通的火焰，而是拥有魔法印记的火焰灵魂魔法。闻言，对方直呼不可能，这也意味着在我身上有着2条不同的魔法路线。可事实就是这样，他叫嚷着不可能也无法扭曲事实。今天我就要在这里将这尊怪物彻底斩杀。但见对方张开血盆大口，就是一发毒液攻击。念及此，我单手一抬，周身当即散发出炽热的烈焰，瞬间形成一个火焰防御圈，完全隔绝毒液。随后我伸手猛地一划，直接就将毒液燃烧蒸发的无影无踪。紧接着高高跃起，对着怪物就是一发蓄力龙拳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体内的火焰竟是控制不住爆体而出，一瞬间烈焰焚身，我被火焰的力量反噬。对方更是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一击横扫便就将失去意识的我击退，更是趁胜追击，利用冰锥将我死死束缚住。就在我即将葬身怪物手上之际，一个身影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竟是蕾拉手持法力长剑挡在我跟前。